全球发布求贤令，任何人只要有人能救我母亲，我苏锦绣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是。小雅，喂，你那儿能治好癌症的药丸，还能再给我一颗吗？啊，能。你等着，我送完就能水啊。啊！我母亲的病查出来了吗？抱歉啊，苏总，全球医药世家的翘楚想尽了办法，都没查到老夫人得的什么病。所以我耗资100亿，请了一群废物过来吗？方便给你们换桶水吗？闭嘴，在门口等着。各位都是全球医学界的翘楚，家族传承悠久，医术妙手回春。我苏锦绣今天求各位，只要有人能救得了我母亲，苏氏集团我拱手奉上。哪有恶疾，身无大碍。令母的病症，我翻阅了大夏1000年的医学典籍，都毫无头绪。除非能请得动曾经一招成尊、横压神界的逍遥天尊，以神迹救人。3年前诸神一战后，逍遥天尊就避世不出，你让我上哪儿找他去？我叫你们这群废物来，到底有什么用？抱歉，苏总，恕我等实在无能为力啊。一点小病，至于这么为难吗？这病我能治。放肆！一个抽送水的懂什么艺术？敢在这大放厥词？常年劳累，思虑良多，导致夜不能寐，身心受疲，恶气入体，要以天真风穴之法方可治愈。小伙子，你说的天真医法确实能治疗恶气，但天真乃9天诸神才能使用的仙术，大夏唯一能用的，只有避世3年的逍遥天尊，我等根本就接触不到啊！哪有那么复杂？这针我也会，我肯定能治好他。闭嘴，废物！苏总家是大夏首富，苏夫人更是逍遥殿掌裁护法遗孀，身份何等尊贵。若不是今日你来此送水，你这辈子都没资格来这儿吧？还妄想为夫人治病，我看你吧，是想对诛九族吧？罢了，你们呢，爱信不信，我还要回水站。方法我只说一次，你们记好了。天针治法，以银针先刺入神庭，经百会走神门，过神脉，病人方可苏醒。这好像真是天真之法。但是病人苏醒的24小时之内，要以银针从阳经起涌泉止，浸刺人体4肢百骸362圈，促9阴归元，病人方可痊愈。活了活了，苏总，夫人被救回来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位神医，你想要什么回报？我苏锦绣以大夏首富之名承诺，有求必应。不是，你先别说补偿不补偿的事了，先让你母亲把这362穴9阴归元扎了再说，这样你妈才能痊愈啊！抱歉，苏总，9阴归元针灸之法招式复杂，鄙人确实扎不了。那就让我来啊！哎，苏总不可呀，这送水的指不定是瞎猫碰见死耗子，蒙对了而已。况且人体全身穴位哪能随意扎呀？而且苏夫人已经醒了，我看还是先送急诊室吧，让更多全球知名医学专家来会诊，做康复治疗。好，送急诊。哎，不是，你们别把病人带走啊！神医，接下来就交给医院吧。我们现在可以谈谈你救我母亲的报酬。你别拦着我呀！母亲要是24小时之内不能9阴归元，她活不过今晚呀！够了，送水的，别以为你救了我母亲就可以在这里大放厥词。专业的事情当然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。不过你是我母亲的救命恩人，若你想要什么，都可以去苏氏集团的子公司大周集团，找大周集团的总裁周成林，他可以满足你的一切要求。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大夏天尊，功高盖世，横扫诸神，九州称尊。尊主，都说名师大将莫自劳，千军万马必逍遥。可3年神战已过，你以一己之力封禁神界，为何还了无音讯？大人，这3年我们发动100万逍遥卫搜索全球，但依然没有找到天尊大人的下落，会不会？住口！尊主天寿无量，武功盖世，没有任何人能杀得了他，神也不行。是属下妄言了，请神将责罚。找，继续找。是。什么？逍遥，
你小子厉害呀！那可是大夏首富苏家，金海商业龙头大周集团都要哭着喊着成为他的家族。苏锦绣当时都说了，任何条件都能答应你。你当时让他以身相许多好啊！你这是把一步登天的机会给错过了呀！他苏家再厉害，我也只爱我老婆。唉，妈，小妹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卧槽，逍遥，你好福气啊！一家子美女。臭死了，离我远点！让他把这签了。哼！啊！离婚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你是眼瞎了还是耳聋了？你一个臭送水工，配得上我姐金海第一美女秦明月吗3年前，你拿着一张破婚约，昏迷在这秦氏集团的楼下，是明月心善和你履行婚约并领证结婚，还给了你3年努力机会。可你这3年都做了什么？除了当苦力谋生，你一无是处。如今我们秦家有了危机，你什么都帮不了。我们秦家要你有什么用？赶紧签字滚蛋！妈，我已经努力赚钱，在帮明月了。况且，我和明月的婚约是秦老爷子定的。你要离婚，让他亲自来，不然这字我不签。你挣那点破送水钱，10辈子都帮不了明月。如今能帮明月的只有首富苏家，而周少是苏家在金海唯一的代言人。你连给周少提鞋的机会都没有。而且就算你不同意，明月今晚也将在盛世会所见周少，共成其人之乐。什么？明月这是自甘堕落？虎不语犬行，龙不语蛇居。你配不上我姐，还不让我姐找周少这种人中龙凤吗？反正你这3年也都是在外面像流浪狗一样自己过。现在签字，保留你最后的体面，不然等周少出手，你必死无疑。我说了，要离婚，让他秦明月自己来。除了狂怒还会什么？有本事你就成为像逍遥天尊一样的绝世强者，横压一世，无人可欺啊！不然做什么都注定是一辈子的窝囊废。既然这个废物想找死，那就成全他，看着周少把他打成野狗，让他跪地求饶离婚。哼，我们走。我到底是什么人？苍天，你为什么要惩罚我失忆3年？玄天剑感受到尊主神力了，100万逍遥卫出动，前往大夏寻找尊主。是。大夏至高密令，逍遥天尊即将出世，全球强者皆来朝拜。哎呀，累死了。哎，逍遥小弟弟，梅姐，你怎么又不敲门就进来了？跟姐姐还这么见外啊？梅姐，你是不是又没按时吃药？梅姐，不应该啊！你都吃了我3年的药了，这就算是大象也该痊愈了。你这气血还是有点不够。傻弟弟，我早说过，我是1000年纯阴之体，而你是万年难遇的纯阳之体。对不起。罢了，我等会儿啊要去别的房间收房租了。你今天晚上帮我在大门口拿个快递吧。好。梅姐慢走。陛下，凤栖竹山宴将在3日后举行，您确定要册封送水公骆逍遥为9000岁吗2年前我被阴气反噬，隐居金海，是骆逍遥救了我。这个9000岁的身份，他值得。可是册封骆逍遥为9000岁，就等于您认他为夫。您之前承诺过太上皇，只嫁横压一世的逍遥天尊呐。天尊一世枭雄，可惜却在神战中受伤隐世。3年了，我的梦也该醒了。嫁给骆逍遥这个小傻瓜，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恭喜陛下，喜择良婿。恭喜陛下！我要是成为强者该多好，就不用那么穷的欠梅姐几个月房租了。秦明月，秦明月，我跟你还没离婚呢，你竟然跟周成林鬼混！周少喝酒，我都好久没来了。我不是刚成为苏家的金海代言人吗？忙得很。周少，我带了秦氏的最新项目计划书。还请您呈交给苏总，只要苏氏集团愿意投资10个亿给秦氏，我保证利润一定翻10倍以上。明月，合作这个东西先不着急，咱们呢，先喝一杯。抱歉，周少，我不会喝酒的。明月，你要知道，我背靠的是苏家。整个金海的商界都是以我为尊，你要是让我不高兴，这苏家的投资可就不一定。别，我喝。这就怎么回事？这么快就上劲儿，也好。放开我老婆！老婆，原来你就是秦明月，在金海出了名的废物老公啊！保安，腿打断，再丢出去！小子，还不快滚！上！敢动我老婆，你找死！大哥，都是误会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人你随时带走，随时带走。快走！明月，你没事吧？明月，没事吧？好热。明月，你好难受。明月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给你冲解酒药。你个流氓，你怎么在我家？这是我家。你这个卑鄙小人，我杀了你！不是，昨晚是你主动的。你滚出去！滚！明月，明月，昨天周成林想对你图谋不轨，以后你别和这样的人接触了。昨晚的事，我可以负责。负责？你一个住着出租屋的送水工，拿什么负责？明月，我知道你公司出了点情况，我是你老公，我可以和你一起共度难关。别幼稚了，洛逍遥，我需要的是10个亿，能帮到秦氏的只有大夏苏家，而周少刚好是大夏苏家的金海代言人，我不靠他，难道要靠一个一辈子都没资格进苏家的废物帮我吗？苏家，正好，我可以让苏锦绣帮你。我帮助过苏锦绣，苏锦绣答应过我，如果有什么事可以找周成林，他一定会帮助我的。到时候我让苏家给你投资10个亿。闭嘴！洛逍遥，
你昨天刚冒犯过周少，你觉得他会帮你吗？你分明就是在撒谎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好了，昨晚的事情就当没发生过，你也烂在肚子里吧。若你还是个男人的话，就不要拖累秦家，去给周少道歉。洛逍遥啊，洛逍遥，你为什么连自己的老婆都帮不了啊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难道我真是一个废物？大夏天尊岂能言废？洛逍遥，300年来，你是唯一一个突破玄天境，成为天尊的凡人。我许你留在本帝身边，与我一起共享极乐，统御神界。如果共享极乐的代价是人族覆灭，那我宁愿颠覆你们暴虐神界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想杀我？杀了他！你们还不配！洛逍遥，你竟用元神之力封印神境通道，你就不怕神会俱灭吗？大夏即日内，诸神祭行，待我归来，万神皆灭。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些？我为什么感觉到身体充满了力量？我以前究竟是什么人？上班要迟到了。苏总，这是我北欧一姐费时10年开发出来的欢春之药，夫人很快就会痊愈了。有心了。锦绣，那救我的那个小伙子，他是什么背景呀？妈，他叫洛逍遥，是金海2流世家秦家的一个上门女婿，根本就不懂医术。不过秦家遇到了一个10个亿的资金缺口，即将破产。看来是瞎猫碰上死耗子。哎呀，我的头好痛啊！妈，怎么了？大人，100万逍遥卫正在大夏地毯市搜索尊主。这是尊主元神即将要苏醒的征兆啊！那这真是天下之幸啊！大人，现在能否确定尊主的位置？玄天剑指示，尊主就在金海，全体逍遥卫马上前往金海，迎接天尊归位。不好了，医生，苏夫人心跳停了，快出战衣抢救！你母亲要是24小时之内不能九阴归元，她活不过今晚。那个素水宫，他一定能救我妈。去城北水站，另外通知投资部给秦氏注资10个亿。苏总，秦氏集团都快破产了，这10个亿投上去，岂不是打水漂了？照办。是。只要能让洛先生出手再救我妈，别说10个亿，就是献上我自己都可以。喂，周少，哎呦，啊，我们这儿啊，确实有个叫洛逍遥的员工。什么？他得罪你？放心，立马开除他。
陆逍遥，经理，你今天又迟到了。经理，这是我这个月第一次迟到。少废话，工资全扣，滚蛋！你被开除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要开除我呀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昨天送水晚了5分钟，被客户投诉了。那是我在医院救人给耽误了。少废话，滚蛋！不是经理，你能不能别开除我呀？我这还欠了几个月房租，我这要是再不挣钱，就流落街头了。你无家可归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况且你不本来就是一条无家可归的狗吗？是不是啊，有才？啊，对，你没房子住了，可以睡桥洞子呀。王大宝，你别太过分了。赶紧给我走，少在这给我耍威风，滚蛋！要不是你得罪了惹不起的人，像你这种免费劳动力，我还真舍不得开除你啊！惹不起的人，说是不是周成林指使的你？是又怎么样？周少人家可是高高在上的大人物，像你这种废物，努力10辈子，给人家擦鞋都不配。放手！你都吓到我狗儿子了，信不信我找人把你狗腿打断，给我狗儿子磕头道歉？找死！住手！周少，周成林，果然是你。是我又怎么样？哼，咬我！周成林，你为什么要逼我呢？你这条臭野狗，少在这嚣张！我从大夏首富苏家请了4名先天武士，凡人之内即无敌。你今天啊，你死定了！请4位大师惩恶呀！初步觉醒的普通人而已，竟敢和周少作对，找死！玄机大人，金海城主林平生得知您来金海，携金海权贵请求拜见。此次来金海，是来寻找天尊的。如今天尊失忆，自封武功，大肆宣扬，怕会引起威胁。先让他们回去吧。是。玄天界发出强烈指示，尊主就在金海城北，封锁空域，立刻赶到。是。你一个臭送水的，仗着会几下拳脚功夫就敢跟老子抢女人，你配吗？就是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废物！秦明月可是咱金海第一美女，只有像周少这样的青年才俊才有资格睡她。哼，他敢？不甘心是吧？废物！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不过我还告诉你，我这个人心善，到时候我睡他的时候，我来请你观礼，不要太兴奋。你要是敢动他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的。代价？你他妈什么代价呀？我有权有势的，如今又被大夏首富苏家看中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你连条狗都不如。去，给王大宝的狗跪下道歉去。洛逍遥这条赖皮狗，真把秦家的脸丢光了。看他这没出息的样子，现在把我姐叫来，离婚的事肯定成。秦总，秦总，好消息啊！苏家答应给我们投资10个亿，将在明天晚上的宴会上正式签约。太好了，秦氏有救了。不过这投资是哪儿来的？我帮助过苏锦绣，苏锦绣答应过我，如果有什么事可以找周成林，他一定会帮助我的。到时候我让苏家给你投资10个亿。难道是洛逍遥？秦总，你想什么呢？肯定是周少帮你引荐的。毕竟周少可是苏氏集团在金海的代言人，他还是您最忠诚的追求者呢。周少有心了。哦，对了，秦总，
夫人说洛逍遥要求您亲自出面，她才同意离婚。这苏家的投资都拿到了，这婚也没必要离了吧？哎呀，不行啊，秦总，这周少啊之所以愿意引荐苏家投资，助您一飞登天，登上金海之巅，正是因为他得知您要离婚了，才愿意付出这么多来追求您。您不会要为了洛逍遥那个扶不上墙的烂泥，放弃这大好前程吧？什么？洛逍遥在欺负周少？我马上过去。备车，去城北水站。好。洛逍遥，你无能就算了，还整天惹是生非，这名义上的婚姻就此结束。哎，你个废物，得罪了周少，你就跟下水道的臭虫子一样，这辈子都见不得光，还不赶紧听周少的，给我狗儿子磕几个！休想！你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废物，不服有什么用？还不是像条狗一样跪在你面前。你去会所对秦明月英雄救母，那又怎么样？秦明月还不是觉得你是因为嫉妒心作祟，故意毁了我们之间的合作。我告诉你，像你这种舔狗，舔到最后注定一无所有。去死！周总，滚！打我！好，你今天不弄死我，我一定弄死你！好，今天我就成全你。您尽管就打死他，到时候我们整个雪山人都会作证，是他呀先袭击的您，您是正当防卫。今天我就要看看你的头到底有多硬，给我按住了！给我死！不会吧？哎，怎么一下就死啊？这平生怎么打也没事。死了？谁死了？我打死了，还是他自己死了呀？哎，他自己死的。哎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是他自己死的。冒犯天威，就足以灭。大夏境内，诸神践行，待我归来，万神皆灭。汝等蝼蚁，可知罪？不可能！你少在这给老子装神弄鬼的！要是逍遥天尊，老子就是大夏帝皇！你们几个，谁能把他给我拉下来？老子赏你们1个亿！境界远超先天武士，莫非是宗师高手？好强大的力量，怕是宗师也比不过吧？他自称天尊，难道是传说中至高无上的逍遥天尊？天尊饶命啊！天尊饶命啊！天尊饶命！天尊饶命！天尊饶命！我竟然让衡阳一世的天尊给我当了3年送水工！天尊饶命！天尊饶命！不上天尊快速醒来，你若归来，神界崩灭。什么狗屁天尊啊！侥幸又觉醒了而已，在这装逼呢！掉下来了，抓住他呀！怎么回事？我身体的这股力量怎么消失了？原来真是侥幸觉醒的力量。普通的贱民还想灭掉万神，痴人做梦！今天我就把你砍成肉泥，纵使你是绝代天骄，也只能化为烂肉。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逍遥哥，逍遥哥，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秦总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个洛逍遥刚才发疯了，还扬言要杀了周少。什么？洛逍遥，你太过分了！周少刚帮我拿到苏氏集团10个亿投资，拯救秦氏于水火之中，你竟然还要杀他！你真是个白眼狼！不是，明月，你听我说，是他们联合在一块来欺负我。王大宝他无辜辞退我，周成林他要杀我。杀你一个废物，社会最底层的渣子！周少为什么要杀你？你还真敢瞎编啊！我就是啊，秦总，
你可别听他胡说，他呀就是昨天因为送水迟到了，被客户投诉，我就说了他2句。这个时候周少来了，他就要杀周少，报复我们水寨呀。洛逍遥，你还是这么小心眼，就因为别人斥责你2句，你就要杀人？早知道3年前我就应该让你死在路边。现在给周少道歉。我没错，为什么要道歉啊？看来秦明月误会是我救了你，正好将错就错。那个明月，要不就算了。刚才王经理只是批评他2句，他就要杀人，你现在让他道歉，咱们一个都别活了。你还敢污蔑我？哎，你个废物，你还敢拿着剑在这撒泼？哎，等着，我现在就报警，把他送局子里。不可！秦总，这洛逍遥的事情要是闹开了，传到苏氏那里，苏氏肯定以为我们秦氏内部有问题，到时候肯定会撤销投资。您还是跟他离婚吧，保险起见。看来我妈说的没错，你除了惹祸，一无是处。现在立马签字，我们离婚。明月，我说的话你是一句不信，他们栽赃我的话你是都信。你让我相信你什么？你都要拿着刀砍人了。这把刀是他硬塞给我的，你要是不信，可以看监控，监控里面都有，是他们联合起来欺负我。洛逍遥，有意义吗？现在不管谁对谁错，都已经不重要。你只是一个送水工，你根本不懂我的未来有多么光明远大。签字吧，我会给你补偿。你就这么不相信我？够了，洛逍遥，你本来就跟秦总是2个世界的人，一个被骂2句就要动手砍人的垃圾，怎么比得过1句话就能让秦总拿到10亿投资的周少？识相的话，还是赶紧签字吧，免得难堪。你确定要和我离婚？洛逍遥，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我马上就要拿到大夏首富苏家给的10亿注资了，秦氏马上就要在我的带领下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。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协助我事业蒸蒸日上的男人，而不是一个只会做苦力的市井小民。秦明月，钱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？白痴，钱当然重要了。你可知周少背后的苏氏集团可是庞然大物，背景和地位岂是钱可以估量的？周少高高在上，俯瞰众生，而你这辈子注定只是个穷逼贱民。够了！这卡里有100万，作为我给你的补偿，求求你签字吧。100万，秦明月，你是不是觉得钱能买断一切？起码能够买断我跟你的婚姻，已经足够了。废物！我告诉你，强者呢登高望远，弱者跪地俯首。收起你这些无能的狂怒，滚出明月的世界！就是啊，秦总和周少在一起才是众望所归，你就不要在这里自取其辱了。秦明月，你是不是也觉得你和周成礼是良配？是又如何？好，我承许。说到底还不是为了钱，我还以为你多有骨气。区100万我还看不上。秦明月，希望你跟我离婚，不要后悔。后悔？洛逍遥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。秦总最后悔的应该是没有早点跟你离婚吧。好了，我们还要回去筹备明天的苏氏签约宴，走吧。去。现在你的靠山走了，你这条丧家犬，看谁还能给你撑腰！给我杀了他！今日，除非苏家高层亲至，否则谁也保不住你。废什么话，动手！上！有眼无珠的东西，都给我住手！苏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有眼无珠的废物，你们要干什么呀？对，苏总您说的对，这废物就是有眼无珠。被秦明月退婚之后，竟然想报复社会。您放心，苏总，我作为苏家唯一在金海的代言人，我定当严惩不贷。你才是有眼无珠的废物！敢说骆先生，你找死吗？骆先生，苏总，您刚刚说的骆先生，不会是骆逍遥吧？
你这个废物还敢胡说！洛先生是你10辈子都得罪不起的贵人。早知道你从我苏家借武士是要对付洛先生，我当时就应该杀了你，省得你冒犯洛先生天威。不可能呀！洛逍遥分明是个废物。对呀，苏总。您是不是认错人了呀？这个洛逍遥在我这儿当了3年的送水工，既窝囊又无能，怎么可能是您的贵人呢？你敢质疑苏总？我宣布，周成林，从今天起，苏氏集团取消一切对周家的业务，永不再理。苏总，不可能，苏总，您饶命啊，苏总！您要是取消了对我们家的订单，我们家就破产了。苏总，那也是你咎由自取的，滚！苏总，周少，苏总这会儿正在气头上，走吧先。洛先生，我来晚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看来你母亲出事了，请洛先生出手，救我母亲一命。起来吧。洛先生，之前是我有眼无珠，多有得罪，只要洛先生肯救我母亲，我苏锦绣愿意答应你任何条件，以后为你马首是瞻。苏夫人一声正旨，请洛先生出手救人。请洛先生出手。我来之前已经通知投资部，将为您夫人的秦氏集团注资10亿。什么？原来是因为我，苏总才给秦氏集团注资10个亿的。只不过没想到被周成林冒领，这个功劳成了他的了。什么？周成林他好大的胆子！我这就宣布，让周家破产。不急，周家什么时候都能处置，要不先给你母亲治病吧。是，谢谢洛先生，这边请。那个女人怎么那么像大夏首富苏锦绣？不，能让大夏首富服首的人，只有高高在上的逍遥天尊。洛逍遥这种废物，最多就是被富婆买回去当狗罢。我姐跟他离婚，是一辈子最明智的选择。周少，你说这白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问我，我才能问谁去？哎，这个废物要是抱上了苏总的大腿，下一步一定是弄死咱们。王总，周少，这事儿我知道。洛逍遥之前说救过什么苏夫人，苏总今天来是报恩的吧？那这么就讲通了。这个废物之前救了苏夫人，今天苏总又救了他一次，恩情相抵，苏总以后就不会再帮他了。那咱们就有1万种方法收拾他。对呀。尊主的定位就在此，搜，务必找到尊主。是。所有人原地待命，没有允许任何人不得离开。是。哎，你们都干什么的呀？什么人啊？挡着我做生意了！滚！打！对哟！你们敢打我？太不把周少放眼里了吧？周少，大人呐！现在跪下给他们老子道歉，还能放你一马？我是大周集团周成林，金海的第一世。煽动者格杀勿论。不动，诸位，请便。我只是来此找一位大人物，很快就会离开，你们待着别动。行。这不是金海城主吗？我林叔吗？之前这苏总来金海他都没露面，这回为什么来了？难道是也找这个大人？此地戒严，来人止步。玄阶大人，鄙人金海城主林平生啊。得知玄阶大人莅临金海，我特意设下接风宴，能否请大人赏光？公务在身，不必了。禀大人，没有找到尊主。看来我们来晚了。尊主此次觉醒，消耗颇大，短时间内不会再跟玄天剑共鸣了，全程排查。是。不知玄阶大人找的人是谁？林某我愿效犬马之劳。有需要自然会通知你。上路。真是，这些人到底是干嘛的？连城主对他们都这么恭敬。林城主，林叔，刚刚那个女人对你也太不敬了。
因为我闭嘴！冒犯玄机大人，你想死吗？林叔饶命，城主饶命！看在你是周家人的份上，饶你一条命。刚才那位人的身份高不可攀，就算我是金海城主，叱咤一方，手握重权，在他面前连个屁都不是。他若想让我死，我必当自裁。你们好自为之吧。林叔慢走。周少，那些大人物到底是谁啊？怎么说取城主命就取城主命的？你说，除了救命之恩一事以外，苏总会不会误把洛逍遥当成了连玄机大人都在找的那位大人物，所以才如此对洛逍遥恭敬？有道理啊！哎呀，周少，你真是太聪明了。既然如此的话，那明天签约宴上，我一定要向苏总举报这位洛逍遥假冒大人物的罪行，到时候他死定。洛先生，我母亲这是好了吗？1周的时间，你母亲就可以出院了。哇哦！多谢洛先生救母之恩，洛先生以后就是我苏氏集团的贵人，是我苏锦绣一辈子的恩人。若是以后洛先生有用得上我的地方，尽管提，我愿意为了洛先生付出一切。苏小姐，您客气了，救人乃是医者本分。对了，洛先生，听说您跟秦明月已经离婚了，那明日投资签约宴的事情还继续吗？正常举行吧，明月只是被人一时哄骗，明天我会亲自到场，让他知道我才是拯救他秦氏的人。好。秦总，车已经备好了，该去今天的签约宴了。今天的签约宴过后，秦家不但能够起死回生，还能在金海商界一飞冲天。我答应过爷爷要振兴秦家的诺言，终于要实现了。是啊，秦总，今天这一切啊，可都是周少给您的。你也知道周少对您的心思，而且周少现在背靠苏家，是您的良婿啊。好了，别说了，先去签约宴吧。今天的盛宴是拯救秦家的唯一机会，千万不能出半点纰漏。是。玄天出世，诸神震动。尊主，你可要早点回来啊！玄机大人，逍遥卫已经在金海开始逐户排查，但是为了避免被有心人注意，排查速度较慢，要找到尊主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。今天楼下怎么这么吵？今天酒店是苏氏集团和金海一个小家族的签约仪式。苏氏，你说的苏氏就是大夏首富苏家。对，苏家主原来是逍遥殿的掌财护法，忠心耿耿，尊主为此赏赐了他苏氏集团。不过自从尊主失踪，苏老家主也因病去世了，苏家也就此被边缘化。现在苏家由苏夫人掌管，大人是否要见一下苏家人？苏家一直对我逍遥殿忠心耿耿，我们来金海确实应该见一下。你去备点薄礼。是。恭喜秦总，您终于要飞黄腾达了。我们去招待客人吧。祝贺秦总拿到苏家10个亿的投资啊！秦总年纪轻轻就得到苏家的青睐，未来可期呀！有了苏家的投资，加上秦总的实力，完全可以在3日后大夏女帝出山宴上大放光彩，获得女帝大人的赏识。届时秦总名扬大夏，指日可待呀！多谢大家抬举，我相信秦氏集团日后肯定还要仰仗大家照顾的。秦总客气了，苏家可是大夏的首富，有了苏家的扶持，日后可是我们请秦总提携啦。听说苏老家主曾效力于逍遥殿，
是那位大夏之神天尊大人的得力干将，这才有了首富苏家。秦总得到苏家提携，以后就是逍遥殿的一份子，未来必是大夏之凤啊！秦总，您不是一直仰慕那位高高在上的天尊大人？如今啊，我们得到了苏家的赏识，想必未来肯定能一睹天尊大人的绝世风采。别胡说，天尊大人可是大夏的神，是万民仰望的存在。我这种小人物怎么能见得上呢？3年前诸神一战，天尊大人就销声匿迹，说不定啊，他早就登临仙界，位列仙班了。果然，只有强者才有机会在天尊大人麾下做事。跟苏家的合作是我变强的第一步，未来说不定我还真有机会一睹天尊的风采。来，祝我们金海各世家一起一飞冲天，早日能见到天尊大人的真容。承秦总吉言，承秦总吉言，承秦总吉言。哎，星辰，你看今天的签约宴多热闹，来的都是金海的大人物呢。是呀，妈，过了今天，我们秦家在金海就要一飞冲天了。哎，妈，你看那是谁啊？陆逍遥，这个废物怎么来了？废物，你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？你有什么资格来这儿？赶紧给我滚出去！我今天呢是来参加签约宴的，不是来和你们吵架的。参加签约宴？你跟我姐已经离婚了，你有什么资格参加我姐的签约宴？今天这个签约宴，如果我不来，你们秦氏将失去和苏氏集团签约的资格。你个废物，偷偷混进这签约宴，还诅咒签约宴不能正常进行。我看你就是不想让名誉好。我敬你是一个长辈，不要太过分了。过分又怎么样？今天是我们秦家最辉煌的时候，放眼望去，整个金海谁敢不给我们秦家面子？你一个送水工，能拿我怎么样？之前我姐给你100万赔偿，你不肯收，当时我还以为你是傍上了富婆，看不上这点钱，没想到分明是觊觎我们秦家的10个亿。废物，你别做梦了！苏氏投资的10个亿，一分都拿不走。10个亿，这10个亿是苏锦绣为了讨好我而赠予你们秦家的，我有什么好说？你说什么？这10个亿是你让苏家给我姐的？没错。苏总，骆先生已经到了。走吧，今天这场签约宴，骆先生才是主人，不要让他久等了。是。大言不惭废物，你还真敢说啊！你一个臭送水工，有什么资格让苏氏集团给我们秦家投资啊？行了，星辰，让保安把他赶出去吧。这个废物啊，就是看到了我们秦家马上要一飞冲天，才故意来捣乱，就是想分一杯羹而已。井底之蛙。废物，你今天休想破坏我女儿的签约宴，你赶紧给我滚出去！保安，保安，保安！别太过分了。过分又怎么样？你这种下等人，这辈子只配在下水道苟且。快滚！哎呀，妈！哎呀，妈！陆逍遥，你在做什么？宁月，你总算来了！这个废物，大闹签约宴，我赶他走，他还打我呢。六阿姐，陆逍遥太过分了，还说你跟他离婚，他就要大闹签约宴，毁了你的一切，让你后悔一辈子。陆逍遥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秦明月，你就这么相信他们说的话？一个是我妈，一个是我妹妹，我不相信他们，难道相信你这个拖我后腿的人吗？怎么回事？是谁在苏氏签约宴上闹事儿？活腻了是吧？是的，就是这个废物，赶快把他赶出去！臭小子，你找死啊！等等，陆逍遥，这儿不是你能来的地方。念在你我之前的夫妻情谊上，你现在立马离开。我可以不追究你大闹签约宴的事情，这是保留你尊严的最后机会。秦明月，用你的脑子好好想一想，苏氏集团乃是大夏首富，而你们秦家只是金海的一个二流家族。就算有他周成林牵线，那我想问，你们秦氏有什么值得苏氏投资的地方呢？废物！当着我姐的面，你还敢乱说？这10个亿是你拉来的投资？我行得端，坐得正，
有什么不敢的？今天这签约宴，就是苏总特意邀请我来主持签约的。陆逍遥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我知道我跟你提出离婚，你心有不甘，但是我也给过你100万作为补偿，是你自己不要的。苏总愿意给我投资，那是因为这些年我兢兢业业的带领秦氏铸造辉煌，被他看中了。你现在在这里大放厥词，就想抹灭我这些年的心血，你是个人吗？对啊，正是因为秦总的努力，再加上周少的帮忙，苏氏才会投资我们秦氏。你一个送水工，还敢抢周少这个苏氏集团金海唯一代言人的功劳，你是不是混腻了？看来你们还不知道，周成林已经被苏家取消了金海代言人的身份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造谣周少！无知。秦明月，苏总乃是大夏首富，眼中向来容不得半点沙子。你觉得他会被周成林那个蠢货欺骗给你们投资吗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污蔑周少，陆逍遥，你真是无可救药。秦总，他不是爱演吗？那就让他演。废物，既然你否定了秦总和周少的努力，那你说说苏氏为什么要投资我们秦氏啊？那是我给苏夫人看病换来的。好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堂堂大夏首富苏家，怎么可能请一个送水工给家主看病？这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周成林，既然你来了，就把真相告诉大家。真相我当然要说出来。明月，你那10个亿的投资就是我给你投的，你不要以为你冒充那位大人物，攀上苏家一步登天，这件事情就天衣无缝。等一会儿苏总到了，我一定会向苏总说明，把明月的投资保住，也让你必死无疑。周少，你的意思是，他真的认识苏总啊？他当然认识了。最近京海不是涌入了诸多的权贵，在寻找一位大人物，而这个废物却在冒充那位大人物，才有机会认识苏总。可是明月啊，本来那10个亿的投资在我的牵线下，苏总已经答应了。但是苏总如果知道这个废物是出自秦家的话，那投资恐怕要泡汤。陆逍遥，看看你干的好事，欺骗苏总，你就是想让我们秦家的这10个亿泡汤是不是？你怎么这么歹毒？秦明月，你自始至终只有那10个亿的投资吗？就连周成林对你图谋不轨的混蛋，你都相信他的话，却连我的一句话都始终不相信吗？无能的男人也只剩下狂怒了。我能给明月带来10个亿的投资，而你这个废物能为他做半点吗？周少现在是苏氏集团在金海的代言人，苏总为了他给秦氏集团投资也不奇怪。他说的话你们就信吗？敢不敢实话实说？周家已经被苏总取消了合作。真的吗？苏锦绣要抛弃金海商业龙头周家，真的假的？肯定是假的。秦家的这个继续啊，他只是社会最底层的运水工，即便是行骗，他也没有资格让苏总取消和周家的合作吧。陆逍遥，听到了吗？你若是再敢大放厥词，那就真的惹了众怒了。从此在金海再无你的立足之地。有眼无珠。秦总，这陆逍遥肯定是想等苏总来了以后，搅黄这签约宴，报复您跟他离婚的事情。明月啊，不能留这个祸害了，万一惹怒了苏总，不止咱们秦氏的10个亿泡汤了，连整个秦家有可能都会被牵连破产的。保安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敢对骆先生不敬，你们几条命！这不是陆逍遥刚勾搭上的那个富婆吗？这就是大夏首富苏氏集团的苏总。苏总怎么来了？苏总，周少姐，我认识他，他就是陆逍遥在外面勾搭的富婆，竟然还敢来签约宴上闹事，可别放过他。秦星辰，你别胡说。星辰，你亲眼看到的吗？真的是吗？当然，陆逍遥，你以为你给富婆当狗的事情隐藏得很好吗？
可惜昨天被我看得一清二楚，你们两个肯定早都勾搭在一起了。秦星辰，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陆逍遥，我真没想到，你我还没有离婚，你就跟别的女的勾搭在一起，枉我还对你心生愧疚。现在看来，跟你离婚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明智的选择。秦明月，你就任由秦星辰在这得罪苏总吗？这样只会让你秦家自取灭亡。苏总，你们还真敢演啊！贱人，虽然你有点小钱，但是竟然敢冒充苏总，看来你们会前程尽毁啊！今晚我就让你好好看看，我是怎么让你跟这个贱人赶出千月宴。张嘴！哎呀，你敢打我！今天是大夏首富苏家为我结拜的签约宴，你敢打我，就等于是打周少跟苏家的脸。周少可是苏家在金海唯一的代言人，你死定了！白痴！苏氏集团金海的代言人周成林，你胆子不小啊！我为骆先生举办的签约仪式，成了你这个废物的舞台。大胆！你怎么和周少说话的？今天的签约宴是周少引荐的，是为我姐秦明月才能卓然，是大夏首富苏家为我姐而举办的。至于骆逍遥，他只不过是我们秦家扫地出门的一条狗而已。继续张嘴！敢侮辱骆先生，找死！这帮蠢货怎么敢跟苏总这么说话呢？秦家完了，全完了！贱人，你敢打我！我打你就打你，还要挑日子吗？敢侮辱骆先生，我就是让你死也不为过！你个贱人，竟然在秦家的签约宴上打我女儿！周少，周少，你千万别放过他，别放过他！你滚啊！老东西，你自己找死，别连累我！这哪是什么演员，这是大夏首富苏氏集团苏总！不可能，他要真的是苏总的话，怎么会对骆逍遥这个废物毕恭毕敬的？苏总，对不起啊，我本来今天想跟大家解释清楚，我已经被取消代言人的身份了，但是他们不给我机会啊，我还有重要的事儿向您汇报。闭嘴！骆先生，我来晚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他真的是首富苏总啊！骆逍遥，你明知道他是苏总，还让星辰得罪苏总，你是不是想眼看着签约宴是如何毁在你手上的？我说的话，你们信过吗？放屁！我看你就是想攀上苏总的关系，当着签约宴众多世家的面毁了秦氏。骆逍遥，你太卑鄙了！秦明月，你已经跟骆先生离婚了，要再敢动骆先生，就是对我苏家不敬。你们这些金海小家族，今天不是以压骆先生为荣吗？以为区周成林就能让我对秦氏投资举办这场签约宴？你们错了，今天若不是骆先生开口，别说区秦家，就是整个金海，都没有人有资格得到我的投资。什么？那10个亿真的是苏总因为骆逍遥才给咱们投资的？骆先生山海之恩，你们这些人去恩将仇报，你们根本就没有人有资格让骆先生提携。我宣布，今天苏氏集团对秦氏的10亿投资就此取消。至于秦家嘛，骆先生，今天秦家还要不要在金海存在，全凭您一锤定音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能决定秦家的生死啊？哎呀，逍遥啊，我的好女婿啊，妈早就知道你是人中龙凤，你快求求苏总，让他别封杀咱们秦家，更别毁了那10亿投资啊！哎，骆逍遥，你也知道今晚的签约会对秦总很重要，不管你和苏总是什么关系，秦总都能既往不咎，你可不能对付秦家呀！哎呀，明月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逍遥那么爱你，你快去求他，让苏总收回成命啊！快去！逍遥，明月，你不用求这个废物，今天我就要当众戳穿他假冒的身份。苏总，他根本就是个骗子，他根本就不懂医，也不是您要找的大人物，你千万不可被他骗了。放肆！骆先生是我苏锦绣的救命恩人，周成林，你周家不过是我苏氏集团扫地出门的废物而已。今天不但冒认骆先生投资10个亿的功劳，还处处诋毁骆先生。我宣布，
从今天起，苏氏集团封杀周家，从此金海在我周家。被大夏首富封杀，那岂不是代表着周家彻底完蛋了？还好我刚才没有说骆先生的坏话，差点闯了大祸呀！苏总，我求你千万不要封杀我周家，我周家会破产的。你该求的不是我，骆逍遥，不，逍遥哥，我求你帮帮我，跟苏总说两句好话。我是傻逼，我不该招惹你，我求你了，千万不要封杀我们周家，愿意拿出我们周家全部股份送给你。周氏集团市值估价不过50个亿，若是骆先生想要，整个大夏苏家都是他。你觉得他会缺你区区几十个亿吗？什么？苏总竟然愿意把苏家全部给骆逍遥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能让苏小姐对你言听计从？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周成林。事到如今，都是你咎由自取，以后好好做个人吧。至于秦家，苏总，你取消和秦家的这个签约是你的决定，但至于封杀，就算了吧。完了，我们秦家彻底的完了呀！妈，哎呀，占尽优势也不斩尽杀绝。骆先生果然是大义之人。骆逍遥，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会对你感恩戴德了。我与你夫妻3年，到最后只会让我觉得你心胸狭隘，蓄意谋划破坏我们秦氏的投资。我对你太失望了，你这样只会让我更加确信，与你离婚不悔。都说无益，秦明月，以后你我一别两宽，各自珍重。骆先生，金海大事，女帝出山宴，我苏家有幸得到邀请，到时候一起去。好。唉，我姐夫竟然是能让大夏首富苏家献出整个资产的人，他身份这么高贵，当我的男人都行啊！哎，秦总，这下可怎么办呀？我们得罪了苏总，我们肯定会被大夏商界孤立的。这下我们秦家肯定得破产。不行，秦家是我爷爷所有的心血，我不能就这么毁了。我去求骆逍遥。等一下，明月，我明白了，我全都明白了。什么狗屁的10亿投资签约宴，就是他骆逍遥，还有苏锦绣联合起来打压侮辱我们金海商界的一场闹剧罢了。周少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想想，虽然他们苏氏通过跟我们大周集团合作，成功进入了金海商界，但是他如果想彻底取代我大周集团在金海商界的地位，他就只能打垮我大周集团和其他在座的诸位优秀的金海企业家呀，从而实现对金海商界的彻底垄断。这一切根本就是骆逍遥和他苏锦绣联合起来做的局。没想到大夏首富苏家也是这么卑鄙的人。无商不奸嘛，他们苏家虽然是大夏的首富，但即便是商界龙头，也要听从大夏女帝的安排。2天之后，凤栖山庄内会举办大夏女帝的出山宴，到时候我会如实向女帝大人控诉苏家的恃强凌弱，还有骆逍遥的卑鄙无耻。女帝大人一向正义，定不会放。周少，咱们秦家和周家可是绑在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你要救救我们呀！玄机大人到。你是？这可是大夏首富苏家的签约宴。是的，不过签约已经取消了，苏总已经走了。怎么又是这些人？能让金海城主忌惮的人，除了女帝，就是万古至尊逍遥殿了。难道这些人是逍遥殿人？这可是我飞黄腾达的好机会。哎，2位大人，我叫周成林，之前咱们见过，
不知道有什么可以为两位大人效劳的。签约宴为什么取消了？苏家人呢？大人您有所不知啊，这苏家的签约宴啊，原本是正常进行的，但是却被一个秦家赶出门的废物闯进来给搞砸了，苏总也被气走了啊。这是玄天之剑。看来天尊在这出现过，不过如今人多眼杂，我若是问起天尊的下落，肯定会被有心人盯上。我不是来听你告状的。天虎，安排人把礼物送到苏家，我们走。是，大人。可恶，怎么这种大人物也会给苏家送礼？妈的！周少，那些大人物是谁啊？他们不会也是来巴结苏家的吧？巴结个屁！苏家还没资格被这种大人物给巴结。我告诉你，刚刚来的这些绝世大人物，可是连咱们金海城主都要唯命是从的存在。金海城主代表的可是大夏官方啊！周少居然认识大夏官方的人，真是太厉害了！哎呀，周少啊，还是底蕴深厚呢，竟然认识比苏家地位还要高的大人物。那是自然，他们苏家放弃我周家，那是他们有眼无珠。2天后，大夏女帝的出山宴上，女帝肯定会因为我举报有功而重重赏我们周家。到时候你们秦家那可是从龙之功。未来金海商界还是得看周少您叱咤风云呢。若不是洛逍遥搞鬼，秦家怎会落到现在的地步？2天后的女帝出山宴上，我一定要好好表现，让女帝大人也重用我们秦家。这份转让合同，请洛先生签字。苏氏集团全部转让股份，苏小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洛先生医者仁心，又屡次帮我苏家，我这是履行承诺。只要签署这份转让合同，你就是苏家唯一的掌控人，新任大夏首富。苏氏的全部股份，现在至少价值数百万亿。你这应该不是为了报恩而送给我的吧？就知道瞒不过洛先生。洛先生可有耳闻，家父是逍遥天尊座下掌裁侍者，承蒙天尊大人洪恩，掌管并创建了苏氏集团。逍遥天尊，洛逍遥，300年来，你是唯一一个突破玄天境，成为天尊的凡人。我许你留在本帝身边，与我一起共享极乐，统御神界。苏总，你就这么信任我？你就不怕我觊觎苏氏集团的财产？别有用心。洛先生的为人我信得过，而且我相信我的眼光略胜其明月一筹。我苏氏集团的远见着实碾压秦氏集团数万倍。苏小姐，如此信任，我再推脱就有些扭捏作态。洛先生大意，那此次女帝出山宴，就请洛先生以苏氏之主的身份出席了。这是此次出山宴顶级贵客才有的九凤函，请洛先生收好。等宴会开始，我会郑重向女帝和众世家宣布你的身份，届时洛先生成为大夏新贵，在大夏一飞冲天。名称倒无所谓，身为大夏人，守护大夏是我应该做的。那到时候出山宴，我去接洛先生。苏小姐，这个就不必了，我呢离凤栖山庄不远，到时候我自己去，我们门口见。好。苏总，您就这样把苏氏集团交给一个送水工，太冒险了吧？闭嘴！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？诸神浩劫即将来临，逍遥殿那边却还没有任何动静。看来天尊大人真的出事了。接下来，苏氏集团由洛先生带领，希望真的可以逆风而上，保住苏家，重振大夏。秦总，
金海豪门得知我们得罪了苏家，他们全部终止合作了。什么？这都怪洛逍遥这个白眼狼，把我们秦家害到如此地步。秦总，你也别着急，周少不是去帮我们拿女帝出山宴的邀请函了吗？等我们见到了女帝，道出苏锦绣的恶行，那我们秦家一定能再次崛起。拜见陛下。出山宴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回陛下，一切准备就绪，邀请函也已经下发，只待在陛下出山之日，便可带领大夏豪门再攀巅峰。拿下去给秦家。陛下，秦明月已经和骆先生离婚，还被苏氏取消投资，现在的秦家已经衰败在即，已经没有资格参加出山宴。您为何还要赐秦家最低级的朱雀函？没错，秦明月能力平庸，浅见薄识，的确配不上这朱雀函。我就是让他来出山宴见见。跟洛逍遥离婚是他一辈子的损失，逍遥注定要跟我共享着大夏江山，成为我的夫君，大夏亲王。可是陛下，属下刚刚得知，逍遥殿逍遥神将玄机手下最器重的护法林家之子林飞扬，再次向太上皇递上婚书，请求为您和他赐婚。林飞扬，就算这个世界上所有男人都死光了，我也不可能多看他一眼。后天出山宴上，我会当众宣布，洛逍遥是我亲选的未婚夫，大夏9000岁。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，我看他又奈我何。谁是秦明月？我是，你们是？这是女帝亲自你秦家出山宴的邀请函。女帝亲赐，这对我们秦家可是莫大的荣耀啊！虽然这只是出山宴最低等级的朱雀函，但是有很多名流世家千金难求啊。可是，女帝为什么会亲赐我们秦家呢？肯定是周少帮您求来的。周少和城主大人啊是远亲，定能获得觐见女帝的机会。女帝大人看周少年轻有为，周少再替我们秦家美言几句，女帝亲自邀请函也是有可能的。这张邀请函来得太及时了。据说此次女帝出山宴上，她未来的夫婿大夏第一9000岁也会参加，届时我定会好好表现，让秦家获得女帝和9000岁的赏识，直冲9星。逍遥殿，逍遥天尊，怎么这么熟悉啊？难道我以前是逍遥殿的人？梅姐，你身体好点了吗？有你这个神医小弟弟在，我当然没事了。站着干什么呀？坐下。好。你都跟你老婆离婚了，还跟我避嫌呢？梅姐，这你都知道了？当然了，现在给姐当上门女婿吧。梅姐，洛逍遥毁了我们秦家10个亿的资产，今天我绝对不可能放过他。妈，姐刚得到女帝亲赐的邀请函，咱们在这个时候去找洛逍遥，万一他再去出山宴捣乱怎么办？他敢？我们秦家是刚刚得到女帝大人的认可，亲赐的邀请函。现如今金海多少权贵巴结咱们还来不及，谁还敢跟他一起来找咱们秦家？上去给我砸门去！哼！好你个废物，勾搭完苏家，又勾搭这个狐狸精啊！好你个废物，勾搭完苏家，又勾搭这个狐狸精！你们是什么人？竟敢闯我家！你家？你还真是饥不择食啊！追野男人都追到家里来了。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梅姐是我的房东，这是梅姐的房子。哦，原来是一个包租婆啊！我还以为是什么货色呢。怎么，洛逍遥，
你不会这么快就被苏锦绣发现你根本不是什么大人物？哼，把你扫地出门了吧？闭嘴！我和你们秦家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你给我们滚出去！急什么？我要把这张照片发给我姐跟苏锦绣，让他们看看，你骆逍遥根本就是一个靠抱女人大腿、吃软饭的废物。废物，你害我们秦家损失了10个亿，今天要么补偿我们10个亿，要么2日之后女帝出山宴上，我将向她揭发你跟苏锦绣打压金海商界的诡计，让你们这对奸夫淫妇吃不了兜着走。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，女帝大人岂会听你们的这些鬼话？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我们秦家刚刚得到了女帝大人亲赐的邀请函，获得了无上荣光，被金海商界拥护。届时金海权贵将指控你跟苏锦绣扰乱金海商界，你觉得女帝大人会信你俩的话呢，还是会信金海商界数百豪门的话？你无耻！白痴！就像你这样低贱的底层，就算是帮上了首富，又能怎么样？拿什么跟我们斗？就凭你们小小秦家，也想在女帝出山宴上胡来？真当我这么好蒙的？你什么？你是女帝大人？梅姐，你没错，我就是你们口中赏赐秦家无上光荣的大夏女帝。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女帝大人身份尊贵，天尊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怎么可能是你一个包租婆？没错，女帝大人高高在上，亲权天下，傲视九州，是我们大夏女人学习的楷模，威严不可侵犯。怎么可能是你个勾搭废物的贱人？哎呀！既然知道女帝威严不可侵犯，还敢当着我的面出言不逊，你个贱人敢打我！你们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，弄死他！就凭你们这几个还想碰你？趁我没有杀人之前，赶紧别打扰我和逍遥的小时光！你个贱人，给我等着！在明日的出山宴上，我定将你冒充女帝大人的事情如实禀报，让你尸骨无存。届时，我女儿秦明月将傲视金海，而你们只是她脚底下的蝼蚁尘埃。给你脸了是吧？出山宴上最尊贵的只有逍遥一人，他是你们毕生都无法触及的存在。倘若让我再发现你们对逍遥不敬，那就别怪我让你们秦家在金海消失。妈，别跟这个泼妇废话，咱们现在就去找我姐，让她知道这个骆逍遥不仅婚内出轨苏锦绣，现在更是跟这个包租婆勾搭在一起。我一定要让明月看清这个废物的嘴脸。等明月在女帝出山宴上大放异彩，她将成为金海商界耀眼的明星之时，你就退缩在角落里，像过街老鼠一样追悔莫及吧。起来，我们走。哼，一家子神经病。逍遥，秦家人这么对你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今晚就让秦家彻底消失。算了，梅姐，别脏了你的手。你呀，就是太善良了。不过你说的也是，这么轻而易举的让秦家消失，的确太便宜他们了。逍遥，后天晚上女帝的出山宴，你陪我参加吧。这是9000岁令，这不是大夏亲王专属的令牌。梅姐，难道你真的是女帝啊？怎么样，后悔没有早点跟我了吧？我是没想到，竟然欠堂堂大夏女帝的房租。我是在跟你说认真的。出山宴上，我要向所有人宣布，你是我的未婚夫啊！我的大夏亲王，女帝之下，万人之上的9000岁啊！啊！所以你是想让我假扮你的未婚夫，推掉上京林家的婚约？别激动，上京林家林飞扬，号称大夏第一翘楚，年纪轻轻便成为逍遥殿第一护法。这些年啊，趁着逍遥神将玄机不问世事，大肆扩张，颇有野心。
而且他一再向我求婚，并非是对我有感情，只不过是觊觎我大夏皇家权势，想协助他们林家成为逍遥殿的新主。如果我真的答应嫁给他，就是纵容他站在大夏的最顶端，把芸芸众生当成他向上爬的垫脚石，那我泱泱大夏岂不是民不聊生？既然这样，这9000岁之位，我做了。要不用点手段，你小子怎么会娶我？星辰，咱们现在就去找你姐，把洛逍遥和那贱人的事情都告诉你姐。我姐要是知道，肯定对那个废物彻底死心，派人嫁给周少。哼，只有周少这种人中龙凤，才配得上你姐嘛。哎，星辰，你快看，那不是跟洛逍遥勾搭在一起的那个贱人吗？好啊，这刚跟洛逍遥勾搭完，又来勾搭一个野男人，什么女帝呀？这分明就是角色扮演的公交车。陛下，您确定要册封洛逍遥为9000岁吗？这样他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的，会被林飞扬视为肉中钉、眼中刺的。我的男人谁敢动，谁死。是。您说，这个可是我特意叫人弄的，雨前头茶的龙井茶，您尝尝。不错。带你进出山宴的事情，我可以。不过，这小小的秦家就算了吧。您说，这秦家……贤侄，这可是大夏女帝的出山宴，属于大夏官方权贵顶级的宴会。我以破格将你带入宴会，那是看在我和你父亲多年的交情上才同意的。小门小户的秦家，怎么有资格参加这等宴会？好，全听您说的。还有，宴会上呢，女帝会亲自宣布她的夫君，下一代大夏9000岁即将诞生。你千万记住，切莫惹是生非。若有机会，一定要多巴结巴结9000岁，明白吗？您说，您就放心吧。等我扳倒了这大夏的苏家，咱们爷俩一定会被9000岁和女帝赏识。到时候呀，一飞冲天。妈，姐，这就是女帝大人的官邸吗？这也太豪华，太气派了。这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女帝在金海的行宫啊！若不是这次出山宴的邀请函，我们恐怕这辈子都没法踏进这么豪华的地方呢。怎么会呢，夫人？秦总他天资卓然，才能过人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创造一番商业神话的。届时你还怕住不上这人间盛景吗？哎呀，对，还是我们家明月有能力。若是将来啊，找到一位出身逍遥的乘龙快婿，说不定啊，会成为像女帝一般，驾驭大厦最顶端的女强人。妈，今天这种场合不能乱说话。哦，姐，怕什么？你如今得了女帝亲赐的邀请函，以你的能力，能得到女帝的赏识，我们秦家一定会超越大夏首富苏家，让整个大夏商界对你马首是瞻。好了，不说这个了。今天这场宴会肯定是群雄汇聚，灌溉云集。这个场合你们千万不能乱说话，免得冒犯权贵啊！放心吧，姐，我还给女帝准备了一份大礼呢。今晚我们秦家一定在出山宴上大放异彩。洛逍遥，他有什么资格来这里？苏小姐，我已经到了。洛先生，很抱歉，我刚刚接到逍遥殿特令，要去找一位大人物，今晚恐怕不能陪你参加出山宴。我自己能搞定。洛逍遥，你已经跟秦总离婚了，你还来今晚的出山宴，是不是又想混进去捣乱？陆逍遥，你走吧。今晚这种场合，权贵云集，比上次签约宴要高端100倍，不是你能来的地方。秦明月，别做梦好吗？我和你已经离婚了，我们之间再无瓜葛。我今天来这出山宴，也不是为你而来。我能在这儿，是因为有人邀请我来的。什么？
你竟然有邀请函？洛逍遥，你最好不是来纠缠我姐的。我姐和周少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像你这种废物，这辈子都别想再踏进我们秦家。这么快就找到下家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废物！参加今天的出山宴是需要有邀请函的，我警告你，别妄想偷偷混在我们之中进去。自以为是，我有邀请函，让开。大言不惭！你一个社会最卑贱的臭苦力，怎么可能得到女帝出山宴这么珍贵的邀请函？你这种社会底层的人，根本就不懂这种上流社会顶级盛宴的含义。今日女帝大人的出山宴，大夏权贵金海豪门云集，商讨的是大夏未来的大事，而你这种送水的臭苦力，能帮上女帝大人什么呀？难不成你想免费给女帝大人换水吗？工作不分高低贵贱，人不分3、6、9等。这泱泱大夏能树立在这世界1000年，靠的是大夏的子民一砖一瓦搭建而成，而不是你们这些权贵在这儿大放厥词。洛逍遥，你一介贱民，有什么资格评判周少？周少可是世家公子，是大周集团的总裁，不但叱咤商界，还和林城主是远房亲戚，和逍遥殿相识。而你除了躲在女人身后装腔作势，还会什么？明月，抱歉啊，今天我跑了好多关系，但是也没给你们秦家弄到邀请函。哎呀，周少，你怎么这么客气啊？要不是你，我们怎么也不会得到女帝亲赐的朱雀函呐。女帝亲赐的朱雀函，我没有给他们弄到邀请函啊。哎呀，周少，你就别藏着掖着了。不是你帮助我们求来的朱雀函，难道还是这个废物不成？妈，你也太抬举他了。要不是今晚他蹭我们秦家的关系，他连站在这凤溪山庄门口的机会都没有。这区区最低等级的朱雀函，还不配让我蹭。秦总，今晚的宴会对我们秦氏很重要，可绝对不能允许洛逍遥混进去。要是他惹恼了女帝，就肯定会牵连我们秦氏啊！哎呀，对，林叔说的对，明月啊，我看这洛逍遥啊，就是记恨你跟他离婚，想要搞垮咱们秦家，所以才跑这来捣乱来了。他呀，就是想让女帝厌恶咱们秦家。陆逍遥，我知道我们秦家收到了女帝大人亲赐的朱雀函，马上就要扶摇直上，你心有不甘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里不是你能胡闹的地方。我知道你想证明自己的能力，可那都是徒劳无功，只会让我觉得你无能、狭隘，甚至卑劣。念在我和你3年夫妻的情分上，我劝你马上离开。秦明月，你活得就这么自以为是吗？我今天能来这出山宴，是有人邀请我来的，和你们秦家无任何关系。而且，我和你水镜娥妃破镜难圆，毫无情分。明月，这好言难劝该死的鬼，既然他如此的不知深情，偏要往里闯，那咱们就等着看他如何血溅凤栖山庄，横尸当场了。让开！哎，请出示邀请函。这个是我们的邀请函，他呀跟我们不是一起的，小心他没有邀请函，偷偷混进宴会。陆逍遥，没有邀请函，我看你怎么进去。九凤函能否进入这宴会？九凤函是今晚出山宴的最高邀请，这位先生，你当然可以进入今晚宴会。怎么可能？这个废物怎么可能有最高等级的九凤函？陆逍遥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！你一个送水工，何德何能，能拿到的众多京海世家都求之不得的九凤函？我看啊，你这九凤函肯定是假的。没错，连我们秦家被女帝亲赐，都只能拿到朱雀函。你一个没身份、没工作、没地位的3无人员，怎么可能拿到最高等级的九凤函？你这个九凤函肯定是假的。你们就这么断定我的邀请函是假的？当然，倘若你伪造的是最低等级的朱雀函，那倒还说得过去。可是你竟敢伪造连周少都拿不到的九凤函，
你当这凤栖山的安保都是摆设吗？他拿不到九凤函，是因为他不够格。假的？是，我是没资格。那你呢？你不过是被他们秦家扫地出门的一条狗，你凭什么能拿到？京海众多世家都争取不到的九凤函，显而易见，你这张九凤函一定是伪造的。骆逍遥，你这种土鸡瓦狗，一辈子都上不了台面，只配被我踩在脚下俯视，看我如何一步一步牵着明月的手，走上金海商界巅峰。骆逍遥，你竟敢伪造女帝出山宴邀请函，你知道这是何等的重罪？你为了你那所谓的面子、自尊心，真的要置自己的性命和秦家的安危于不顾吗？秦明月，你错把金玉当顽石，把皓月当萤火，你有什么资格质疑我？这位先生的邀请函是真的，先生，请。哎，明月，怎么办？怎么就让这废物这么进去了呢？算了，他的邀请函一定是苏锦绣给的。一个只会靠着女人狐假虎威、只求富贵的男人，提到他，我就倍感恶心。没错，明月，今天这场宴会事关重要，咱们看情况吧。到时候等林城主来了，我自会向城主禀明，那苏锦绣让一个没身份、没地位的小白脸混进了这种顶级宴会，到时候不只是林城主和女帝会震怒，那些不被他放在眼里的世家集团们，估计会对骆逍遥和他背后最大的依仗苏锦绣群起而攻之。这是我们的邀请函。今晚女帝大人出山宴，冠盖云集，众多金海顶级权贵世家汇聚一堂，贺女帝出山，也为一睹女帝大人能宣布那大人物的风姿啊！能被女帝大人如此重视，肯定是位盖世人物。如若我等能够攀上如此人物，再加上女帝大人的扶持，定能够一飞冲天，成为金海鳌头。难怪他秦明月要参加这女帝的出山宴。如果他知道这里的顶级权贵都是为了巴结我的话，他会有何感想呢？还真是贱民啊！混进这顶级的宴会就是为了混吃混喝啊！当然，他这种卑贱的人，若不是靠着抱着苏锦绣的大腿，恐怕这辈子都没机会见到这豪华盛宴。既然你知道今天这是顶级盛宴，就请守好你的言语和你的身份，不要在这口出狂言，不然你们就像一群幼稚无聊的跳梁小丑。你陆逍遥，你有什么资格指责别人？星哲说的有错吗？若没有苏锦绣的话，恐怕你连这扇门都进不来。今天你能站在这个顶级宴会上，面对这么多的权流名贵，你除了自惭形秽，还有什么？自惭形秽？恐怕你所说的这些大人物，都以巴结我为荣。哎呦，真是可笑至极啊！今天晚上来的哪个不是名流世家呀？连我们都要以礼相待，你有什么底气冒犯这么多名流世家？我就是有底气。陆逍遥，不要以为靠着苏锦绣就能一步登天了。我早就提醒过你，想要一步一步的登上高处，只能靠自己。一时的权威难以维持，终将一无所有。骆逍遥，你还真是大言不惭啊！你以为仗着大夏首富、全球第一集团的苏家，就能成为手握滔天财富、受女帝亲自邀请的大人物了吗？那如若不然呢？明月，虽然现在比不上苏家，但是就凭他是今天晚上女帝亲自邀请函的世家，这一点就足可以证明女帝对他们秦家的认可。所以我敢笃定，今晚女帝亲自介绍的人物一定是明月和他的秦氏。他是大人物，他凭什么？凭他3年都没让秦氏集团挤进金海商界前茅的能力，还是他自以为是浅见博士？陆逍遥，我承认你现在秦家的局势的确比不过苏家，但是今晚我有幸收到了女帝大人亲自的邀请函，
这是对我的能力和秦家前辈的认可。我相信过不了多久，我们秦氏就会站在大夏商界的顶端，和苏氏肩并肩。站在大夏的顶端，和苏氏肩并肩。秦总，这句话我记住，拭目以待。洛逍遥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在质疑女帝大人，还是说我们金海世家无一入得了你这个狐假虎威的废物的眼？不错，就算秦氏入不了你的眼，但是还有周少为秦氏集团添砖加瓦呢。何况今晚秦总得到女帝亲赠的邀请函，未来未必不会站上商界的顶端。就算他周家和秦家联手，也不及苏氏集团的1/1000，更何况他大周集团的资本早就所剩无几了吧？洛逍遥，我就知道你今晚仗着苏总的纵容来参加出山宴，就是心怀叵测，想要打压秦总。就算你不念及旧情，也没必要当着众多世家的面如此磨灭秦总的能力吧？他就是给别人当舔狗当习惯了，不维护好新主人，他一个送水工怎么可能进得了今天这场顶级盛宴？败宴了，你果然是来大闹宴会的，你就是想破坏我们秦家一步登天的机会。秦夫人，我今天代表的是苏氏集团参加的晚宴，如果你再对我动手，我不介意今晚让你们秦家破产。洛逍遥，你不过就是苏总身边的一个男人而已，你有什么资格借着苏氏集团假公济私、仗势欺人？既然你这么说，我就把话撂到这儿，我就是有不把你秦家放在眼里的资本。洛先生仗着苏家仗势欺人，众多金海世家中的1、2家的确入不了，那再加上我赵家呢？不够，刘家、秦家、赵家都入不了你的眼，让我王家9牛1毛。身为金海世家，我黄家愿为金海世家加码。还有我白家，还有李家，还有我江家，还有谁？一并站出来，让今天高朋满座，灌溉云集，全部站出来，彰显你们金海世家的嘴脸和风范，让你们人人敬仰的女帝看一看你们金海世家的风范和底蕴。陛下不愧是大夏女帝，目光如炬，慧眼识珠。这位洛先生面对金海众多世家，不卑不亢，言语犀利睿智，的确是人中龙凤啊。我选的男人虽然不是天尊在世，但也是万中无一。只是陛下，洛先生此刻龙游浅滩，您不打算出面干预吗？不急，今夜之后，他就是我亲赐的9000岁。大夏之内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那些整天对他喊打喊杀的鼠辈，将会惶惶不可终日。今晚宴会是女帝避世3年第一次出山，是我金海大幸。而且女帝今晚会邀请一位大人，并且当场宣布一个重磅消息，务必把这大人物给我招待好了，让女帝给我金海以及各大世家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。日后，这女帝定会扶持我金海，为大夏名列前茅的超级都市。是。即使是这样，就算你们金海所有世家捆绑在一起，也无法和苏氏集团相提并论。试问你们这群自以为是、目中无人的世家，有谁能在短短3年成为这大夏的首富，攀顶着世界财阀的巅峰呢？苏总是商业奇才，我们自然是有目共睹。但是你这条野狗又有什么资格妄图把金海的世家踩在脚下，大放厥词呢？没错，一条野狗有什么资格站在今晚的顶级宴会现场向众世家宣战？陆逍遥，我承认今晚的你的确跟以前不太一样，但是有什么用呢？依旧改变不了你无能、借势、攀附别人、哗众取宠的事实。你自以为是的行为已经惹恼了众人，你还要留在这里继续下去吗？今天的宴会有哪条规矩我洛逍遥不能留在这儿呢？的确是没有哪条规定，但是今天出席宴会的诸位，哪一位不是商界精英、名流世家？而你又是什么东西？你告诉诸位，你是谁？你是什么身份？然后你再问问诸位，你有没有资格站在这里
他骆逍遥，一个社会最底层的臭苦逼，一个靠着送水换取每月3000块钱的臭屌丝。你唯一值得炫耀的就是你是我们秦家的继续身份。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呀？妈，你这就冤枉他了。他可是还有一个石破惊天的大身份，众多有钱有势女人身边的一条狗。苏家一个见不得光的软饭男。看来传闻不虚啊。苏总虽然今晚未到，但是让这样的人打着苏家的旗号进入宴会，不但是不给秦家面子，更是没将我们这些金海世家放在眼里啊。就算是苏总在，也不该让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在这里肆意报备。难道堂堂首富苏家也不把女帝放在眼里？没错，我们众多世家代表的是金海商界，代表的对女帝的敬仰，而他一无是处，形同狗彘，他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？诸位，为了今晚的宴会顺利进行，也为了女帝不会因为他迁怒咱们京海的各大世家，我提议把他赶出去。赶出去！对，赶出去！赶出去！赶出去！那要问你们金海世家有没有这个资格？好大的口气！我倒要看看是谁在今晚的出山宴上大放厥词。好大的口气！我倒要看看是谁在今晚的出山宴上大放厥词。骆逍遥，林城主来了。我承认，现在苏氏集团是你最大的倚仗，但你千不该万不该打着苏氏的旗号来这里招摇撞骗，得罪了城主，到时候苏总也保不住。陆逍遥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肆意妄为的后果。难道你从来都不清楚自己的定位？自己的定位？秦总，是你们口中宋水如、苦力，还是你们秦家的废墟？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。你从来没有真正的了解过我，你只是一个装睡却叫不醒的女人。据我所知啊，苏总今天晚上有更重要的事，参加不了出山宴，你却打着苏氏集团的旗号，公然站在这里，宣战我们整个京海世家，恐怕苏总也无法承担冒犯女帝的罪责。不如这位骆先生就先行离场吧。林城主，你确定让我离开吗？骆逍遥，你听不懂话是不是？城主大人让你滚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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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滚出去？你们有这个资格吗？不错，今天的出山宴的确是为女帝而设，为你们金海的众家而设，但更是为我骆逍遥而设。我比你们任何一个人有资格留在这儿。骆逍遥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一定要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吗？你靠着一个女人仗势欺人，你不觉得这是一个令人不齿的笑话？秦总，这就是你浅见的薄识和心胸狭隘，所以才无法让你们秦氏更上一层楼。在这儿重新介绍一下我的身份：持有苏氏集团全部股份，位于苏氏集团首席。我是苏氏集团的董事。苏氏集团全部控股，那可是100万亿资产啊！100万亿身家，比大夏商界众多世家资产加起来还多一点。苏总难道就这么拱手让给旁人了？100万亿，这个白眼狼还真是有手段啊！让苏锦绣把整个苏氏集团都给了他，难怪他这么嚣张的站在这儿。骆逍遥，你到底走了什么狗屎运？竟然莫名其妙成了苏氏集团第一董事，还得了100万亿家产。秦总，难怪这个骆逍遥这么痛快答应跟您离婚，原来他早就跟苏总搞到一起了。当真是个白眼狼，为了100万亿资产，全然不顾你们3年的夫妻情分，当着众多仙家的面让您颜面扫地。林城主，我现在有资格站在这儿吗？陛下，没想到骆先生竟然成为了苏氏集团首席董事，这苏家苏总……苏锦绣这个女人还真是真知灼见，难怪凭借一己之力将苏家做到如此的高度，但想要跟我抢男人，她还差了点。陛下，苏锦绣今晚要面见逍遥殿玄机大人，不能来及时参加宴会，让我向您致歉。如果事情结束得早，他会尽快赶来。那就告诉他不用来了。骆逍遥今天晚上是我。杨庄主说过，
女帝今晚邀请了一个大人，让我必须小心接待。这个陆逍遥明明就是一介草民，如今忽然成为苏氏集团首席董事，难道杨庄主所说的神秘大人是他？城主，纵使这小子现在有苏氏集团的百亿资产，但是今天的晚宴那还不是您说了算。住嘴！今天的晚宴是为了祝贺女帝出山而设立的，但凡能收到邀请函的人都有资格留在这里。骆先生，刚才冒犯了。晚宴即将开始，诸位可以按照邀请函的等级落座。玄机大人此次莅临金海，苏家没设宴招待，还请玄机大人多担待。我此次来金海是为了寻找尊主天尊大人，这件事非同小可，不宜大肆宣扬。天尊大人回归了，玄天剑指示尊主即将觉醒，并且我也在金海发现了玄天之气。如今上金林家之流蠢蠢欲动，为了保尊主安危，你苏家暗中配合牵制林家，秘密寻找尊主下落。是，玄机大人。上京林家一直觊觎我苏家家产，不过我已将苏氏集团转赠于骆先生名下，只待天尊回归，将100万亿资产全并归林家。趁我寻找尊主，无暇顾及逍遥殿事务，脱离我的掌控，妄想颠覆逍遥殿，真是该死。苏总，我还有事先告辞了。天虎，我们走。是。慢！骆先生，虽然我认为你有资格可以参加今晚的盛宴，但是高位首座可是女帝大人专门为今晚一位大人物所设，断不是你能做得的。骆逍遥，我看你就是小人得志，忘乎所以了吧？那高位首座，连你倚仗的苏总，还有我们林城主都难以跨越，你哪来的资格跟勇气？这高位首座就是为我而设。骆先生，我知道你如今的实力确实可以力压群雄，但是今晚女帝出山，关乎于金海，关乎于大夏，更是关乎于女帝威严。你若登上女帝特设的首座，恐怕让整个金海难以负重，引起女帝震怒。还真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。众多世家，还有你依仗的苏锦绣，都没有资格登上这高位首座。你一个臭苦力，有什么资格啊？秦总，这个骆逍遥现在越发胆大妄为了。上着有苏家撑腰，竟然当着众多世家和林城主的面冒犯女帝大人。此人今晚对我们全场不敬，我等碍于苏家，只能容他在此。但他敢对女帝不敬，这不仅仅是与我们在场的人为敌，而是与整个金海为敌，与整个大夏为敌。小子，我劝你还是坐回你该坐的位置。就算你的身家远超于整个金海商界，但你觉得你的实力能超过女帝大人吗？我提议让他滚下来，滚下来，滚下来！这个林平生怎么办的事，竟然敢冒犯骆先生！陛下，我现在就去现场教训教训这群有眼无珠的东西。不急，鸟尽弓藏，就让林平生带着这些所谓的世家公子多蹦跶一会儿，也好让逍遥见识一下上流社会的风萧雨色。骆逍遥，之前你闹有苏氏给你撑腰，但是你今天挑战的可是大夏女帝，你触碰的不只是金海各世家，而是整个大夏。秦总，原来你是担心我今天的所作所为连累到你秦家的德妃。姐，还要找死就让他去，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。我只是担心你因为一时无知而扰乱了今天的宴会，影响了金海各商界的话，会牵连到秦家。不过你可以无知，但不可以无畏。今天晚上你面临的是什么？相信连你依托的苏氏集团都帮不了你，更何况你是一个废物。那今夜我坐在这高位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和你秦家无关。诸位，你们都知道，这出山宴的邀请函是按照身份、地位区分的。那这唯一一块9000岁令，
能让我稳居这高位首座呢？9000岁令可是女帝夫婿的身份象征，你是如何得来？自然是女帝所赐。难道就是女帝大人今晚特邀的神秘大人物？难道女帝今晚邀请的神秘大人物，竟然是女帝夫婿？这不可能！女帝手握重权，万人之上的人物，别说她一个送水工，这辈子连仰望女帝大人的机会都没有。就算你在某个场合给女帝大人换个水，也不可能得到她亲赐的9000岁令，更不配成为她的亲血夫婿。没错，我们秦总冠压群芳，才能过人，也只拿到了女帝亲赐的朱雀海。你一个秦家废墟，一个社会最卑贱的劳力，有什么资格拿到9000岁令？更何况是女帝亲选夫婿。林城主，这骆逍遥啊，他就是个骗子。上次他就冒充逍遥殿巡长的那位大人物，欺骗了苏总。这次他又冒充女帝邀请的大人物，拿着假冒的9000岁令来这里招摇撞骗。你想想，此等大逆不道之事，若是让女帝大人知道，会不会置您这个出山院负责人一个办事不力之罪？骆先生，你今日的实力与身价确实威压全场，但是以你的身份，断不配这9000岁令。你触怒女帝威严，仿造9000岁令，冒充女帝特邀来宾，桩桩件件无一不是死罪。趁女帝大人未来之前，我劝你俯首自裁谢罪，不然你断不能活着离开这里。玄机大人，这么着急离开苏家，是不是有天尊大人的消息？玄天剑刚刚发出强烈指示，肯定是尊主的元神即将要苏醒了。按照玄天剑指示的东南方向，继续寻找尊主。东南方向。今晚大夏女帝举办出山宴，位置就在东南方向的凤栖山庄。难道尊主正在参加出山宴？之前女帝得知我在金海，的确给我发出出山宴的邀请，正好前往凤栖山庄寻找尊主，顺便接见女帝。是，出发。让我俯首自裁，你们配吗？陆逍遥，你之前说你救过苏总的母亲，才会获得苏总的赏识，后来你又宣布你是苏氏集团的首席董事，我们也可以认为是苏总为了报答你的救母之恩，倾囊相献。但是你今天竟然拿着象征着女帝夫婿的9000岁令，说是女帝相赠，你知不知道女帝是何等存在？你也知道自己是什么角色，你竟然还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，对女帝不敬，你是真的嫌自己活得太长了是吧？那秦总，你觉得我是什么角色？这3年，我对你无微不至，可你上过心，你甚至觉得我配不上你秦总。好，那我就以苏氏集团董事的身份，写9000岁令，当着你，当着他们的面，登上这高位首座，密室而等。恭喜女帝得此佳婿。四方，随我去大厅，今晚我要迎接9000岁登位。是。哎，陛下，可是上京那边又催您回去和林家完婚了。派个替身回去即可。明白。他怎么敢登上高居首位，冒充女帝夫婿？你这是对女帝的大不敬，你这是冒犯上京皇族梅家，你这是挑衅大夏万众，触怒金海权贵的死罪！狂妄嚣张！今夜还是我林平生第一次遇到如此狂妄之徒，何虾也敢妄自称龙，罪不可恕！骆逍遥，你真是自作孽不可活！你要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来到女帝出山宴这种顶级的宴会，来当跳梁小丑，贻笑大方也就罢了，我们看在苏家的面子上，只会一笑了之。但是你今天千不该万不该，拿着伪造的9000岁令，当着金海众世家，当着林城主，甚至当着女帝大人的面，登上高居首位，
冒充女帝夫婿，你知不知道？这是诛九族的重罪，今天你断不可活。好，那我就让你看着，我坐在这儿又如何？全身而退。传女帝令，恭迎9000岁登位。是。我原本以为他是个废物，没想到还是个疯子。秦总，这下完了，陆逍遥闯下了弥天大祸，连苏锦绣都救不了他，他会不会连累我们秦家被株连啊？哎呀，芈月，怎么办呀？我们家洛逍遥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为了你那可怜的自尊心，为了你所谓的面子，为了报复我跟你提出离婚的狂怒，在这场顶级宴会上一次次的挑衅金海世家，挑衅大夏民众，甚至现在你居然还敢挑衅女帝的尊严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当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啊？还是说你想拉我们秦氏下水，跟你一起陪葬啊？秦总未免也太高看自己和秦家了，以你的高度还不配让洛先生费力拉下水。这就是大夏女帝的风姿啊！陆逍遥，女帝大人到了，你的死期也到了。听说凤栖山庄庄主是位老牌战神，曾经一人屠一城，退役后在女帝身边负责安保。难道他的身边就是女帝？杨庄主这样的人，自然不是我们这些泛泛之辈能相识的。更何况大夏皇族后裔避世3年的女帝大人，得见之人更是寥寥无几啊！杨庄主，你可算来了。今天这出山宴上，首富苏家任由着洛逍遥在此大放厥词，登上首位，而且冒充女帝夫婿，且杨庄主表明女帝将此子诛杀。你想将这位首座之人诛杀？没错，他德不配位，根本没有资格登上此位，而且更不配以女帝夫婿自居啊！一叶障目，有眼无珠。杨庄主，你这是何意啊？今夜女帝出山宴，正是为这位洛先生所设，高位首座也是为洛先生所设，9000岁令更是为洛先生所赠。他是女帝夫婿。秦总，这罗逍遥怎么可能是女帝夫婿呢？我真没想到，给他底气的不是苏家，是女帝。不可能，我不相信，这个废物怎么可能是女帝认准的人？一定是洛逍遥冒充了那个大人物。杨庄主，您绝对认错人了，我认识他，杨庄主，他就是个送水的，而且他是秦家的废婿。对，他还勾引苏锦绣，他绝对不可能是女帝大人的夫婿9000岁呀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质疑洛先生，质疑女帝？妈，你快看那个女人怎么那么眼熟？那不是狗踏废物的那女房东？恭迎女帝出山！我大夏女帝今夜于凤栖山庄出山，昭告天下，洛逍遥为女帝亲选夫婿，册封9000岁。恭贺女帝，恭贺9000岁！恭贺女帝，恭贺9000岁！他竟然真的是女帝夫婿！刚才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呀？都怪我有眼无珠，听信谗言，还请女帝陛下和9000岁饶我王家。姓周的，都是你危言耸听，我们才听信了你的鬼话。倘若女帝震怒，我刘家定与你周成林不死不休。
林说，她不可能是真的女帝吧？我觉得她混账，还在这胡言乱语，还不赶快跪下！哎呦，女帝大人，9000岁，林平生办事不力，听信他言，任他人羞辱了9000岁，惊扰了女帝大人，还请女帝恕罪啊！林平生，你身为金海城主，守过一方，竟不辨是非，更是在今夜女帝出山宴上率众以权欺人，冒犯女帝亲选9000岁。传女帝令，将林平生革职查办。姚庄主，求你了，你再求求女帝大人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真的不知道他是9000岁啊！秦总，我们刚才那么羞辱洛逍遥，他会不会报复我们呀？本来以为今天晚上是我秦明月的巅峰璀璨时刻，没想到我变成了金海最大的笑话。不对，她不可能是女帝，她是假的。不能让逍遥天尊出世，他不愿观看天下，诸神位置。不对，她不可能是女帝，她是假的。大胆，冒犯女帝，罪该万死！来人！秦明月，你秦家之前百般指责羞辱洛先生，现在竟敢质疑女帝，你秦家身为金海世家，这些年却停滞不前，这跟你秦家的为人和品行不无关系。没错，秦明月，你该反思的是你们秦家，而不是泼脏水给9000岁，更不是当众质疑女帝大人。他是假的，他是那个贱人，在外面勾搭的野男人，我们见过他们。妈，星辰，你们在乱说什么呢？你们想让今天晚上秦家就覆灭吗？还不快跪下道歉！姐，你相信我跟妈，你看这照片还有视频，是我跟妈去找陆逍遥的时候拍的，还有这个男人，他们当时亲口承认的，那个女人就是陆逍遥的女房东。玄天界的光芒怎么又变弱了？天尊大人怕是已经离开了。大人，刚刚得到消息，林家已经向太上皇递上了求娶女帝婚书。林家好大的胆子，想联合皇族抢夺天尊之位。先不去凤栖山庄了，你们继续搜索，我回趟上京。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梅姐是我的房东，这是梅姐的房子。大家都听到了吧？陆逍遥亲口说那个女人只是他的房东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女帝是假的？假的？假的？怎么可能是假的呢？陆逍遥，你跟我说实话，这个女帝到底是不是真的？这件事情事关重大，可能会震动整个大夏。你不要为了逞一时的英雄，让整个金海成为大夏的众矢之的。秦明月，难怪秦家会如此不堪。秦氏集团在你手上风雨飘摇，就凭你这智商，我看这秦家呀，早晚要败在你的手里。你要是真的女帝的话，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和洛逍遥的关系？还亲赐我们朱雀寒，还让我们参加这个宴会。那是你蠢。我赐你们秦家朱雀寒，只是想让你亲眼目睹你曾经鄙弃的男人是如何登上高位的。如果没有洛逍遥，就凭你秦总的能力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来参加我的出山宴。什么？你赐予我朱雀寒，让我来参加这个出山宴，就是为了羞辱我？姐，你相信我，我手机上的证据千真万确的。那个女人，还有这个所谓的杨庄主，都是洛逍遥请人演戏的。我猜，就连他说苏氏集团是他的，都是假的。您说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这个杨庄主，这女帝到底是真的假的？这，你个贱人，都被我们拆穿身份了，还在这狐假虎威呢！放肆！冒犯女帝，罪该万死！来人，将秦家人、赵家、刘家、王家，还有这个姓周的，一并逐出凤栖山庄，永不得靠近！一并逐出凤栖山庄，
永不得靠近！带走！快滚！今日女帝出山，亲赐9000岁，大赦天下，不然以你们的罪行，死10000次都不为过。凭什么把我们赶出去？姐，那个女人就是心虚了，担心被我们拆穿，才把我们赶出来的。妈，星辰，你们别闹了。秦总，就是因为你们秦家，我们几个家主才得罪了女帝，被赶了出来。我刘家一步登天的机会就这么白白毁了，恐怕我刘家再无崛起之日了。秦总，我们该怎么办呀？我们秦家本来就寸步难行，现在又得罪了女帝，不要说是金海了，恐怕连整个大夏都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啊！一步登天，一步地狱，难道真的是我秦明月做错了吗？明月，你不要再被洛逍遥跟那个女人骗了，她根本就不是女帝。周成林，之前就是你蛊惑大家排挤洛逍遥，现在你又说女帝是假的，你想害死我们不成？我们再也不相信你的鬼话了。倘若她不是女帝，那么杨四方为什么听从于她？周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就算你们不相信我，也应该相信大夏第一家族逍遥殿第一护法的林家。就算你们不相信我，也应该相信大夏第一家族逍遥殿第一护法的林家吧。林家就是大夏集全才于一身的顶流家族。我刚刚得到了消息，林家今日已经向上京的太上皇递了婚书，林美两家在今日联姻。也就是说，真正的女帝现在在上京，正准备嫁给林家，她根本不可能嫁给一个素水工。难怪我刚刚想不明白，堂堂女帝为什么要嫁给洛逍遥那个废物？看他是假的，不然和林家联姻的又是谁？姐，我就说那个贱人是假的，是洛逍遥请来骗咱们的。洛逍遥胆子够大呀，竟然敢犯下如此滔天罪行。假的？可是没什么可是的，就算那个杨四方是真的，他也早和那个女人勾搭到一块儿了。而且我刚刚得到的不只是一个消息，我还听说就在刚才，逍遥卫路过了凤栖山庄，但是你们有没有看见逍遥卫进来拜见女帝吗？对啊，按理说女帝出山这么大的事情，逍遥殿不可能不出面。还有苏锦绣，一晚上都没见到她，看来她早就知道女帝不在这里。这个洛逍遥竟敢撒下一个弥天大谎！赵家主不必气愤，我这就托人联系上林家林少，到时候把洛逍遥联合杨四方找人冒充女帝，欺骗整个京海的事情告诉林少。想必林少为了维护他的未婚妻，绝对不会放他们的。恭迎女帝回归！恭迎女帝回归！起来吧。是。陛下，上京那边传来消息，太上皇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什么？这么快？通知美丽，在偏厅等他。是。逍遥，你先回去，我还有事，等我办完事再来找你。梅姐，是不是上京林家？有什么事你可以跟我说，说不定我能帮得上你。当然了，有事会跟你说的，你可是本地亲选的男人。哦，陛下，太上皇说会在偏厅等您。四方，先送洛先生回去。是。杨州主，他到底是……林平生，你已经被撤职了，不该问的不问，不该说的不说，免得招来杀身之祸。是。骆先生，我送您回去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
谁能请得动你这尊女帝回家？哼，想用替身骗林家，亏你想得出来。爸，我还不想回去。怎么，在外头逛野了，连我的话都不听了？还是为了今晚那个男人？他是我的救命恩人。给点钱打发了就是了。这种不是一个阶层的人，以后不要来往，这是浪费时间。林家对于你今晚糊弄之事很是不满，是我费了很大的劲才平息下来。你呀，现在赶紧收拾收拾，跟我一起回上京完婚。爸，不要再到处乱跑了。我还不想结婚，而且我想过自己想过的人生，请你不要干涉我。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有喜欢的人了？就是那个宋水公？我不管他是谁，都比不上逍遥殿第一护法大夏林家的势力更庞大。我梅家虽贵为皇族，你又是皇族最后一个世袭女帝，只有嫁入林家，对你对整个皇族才是最好的选择。爸，难道在你眼里我只是家族利益换取的筹码是吗？混账东西！要怪，只能怪你生在皇族。原本你跟天尊大人有过一段婚约，但是3年来天尊消失，杳无音讯，林家逐渐的强大起来。为了保我大夏和我皇族梅家的稳固，你只能跟林家这种有实力、有地位的家族联姻。大人，我们调查了大半个金海，但依然没有天尊大人的消息，要不还是请女帝大人出手。不妥，逍遥殿那边有无数双眼睛盯着咱们，女帝出面必然会引起注意。当务之急，只有找到尊主，瓦解林家诡计，才能保我大夏繁荣昌盛。是，那我让逍遥卫继续调查凤栖山庄附近的监控。去吧。是。逍遥，上车。梅姐，梅姐，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我担心了你一晚上。怎么，这么快就进入女帝夫婿9000岁的角色了？要不咱们索性假戏真做，我包养你，做我男人怎么样？梅姐，你又逗我。逍遥，不要叫我梅丽，以后叫我丽丽吧。以前没有当上女帝的时候，家里人都这么叫我。丽丽，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跟我说，我一定帮你。真的？啊，那陪我去放纵。啊？哦。逍遥，今天我开心，你陪我多喝几杯吧。好，今天这没有人打扰，我们一醉方休。丽丽，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吗？还是你们林家？我出生的时候，爷爷定下了我跟天尊的婚约。可是3年前的晚上，天尊突然消失，我便开始寻找他，顺便把我的9阴之体给想办法治一下。直到遇见你，你治好了我的病症，传回上京。但是觊觎大夏皇权的林家，便凭借逍遥殿护法的身份，一直向我逼婚。陆逍遥，你竟然没有被城防队抓走！陆逍遥，你救救我！外面有人灌我喝酒，如果被他们发现，我会被玩死的。我和你们秦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有事报警叫保安。陆逍遥，你有没有人性啊？我姐毕竟当了你3年老婆，你现在有了新欢，你就这么绝情？人性感情，你们秦家有这种东西吗？
小子，赶紧给我们滚出去，别耽误我们哥几个找乐子。我不能被抓走，你们放过我吧。没想到啊，这里面竟然还藏着一个极品大美人儿啊！大美人，小美人，刚好咱们呀一起玩。这是我的包间，你们滚出去！小子，你他妈谁呀？知不知道我们家少爷是谁？趁我还没有发火之前，赶紧给我跪下磕头道歉，从这个包间给我滚出去，不然打断你的腿！陆逍遥，赶紧按他们说的做。他们一个是金海世家王家少爷，一个是赵家少爷，你惹不起啊！秦星辰，我欠你们秦家的吗？你犯的错为什么要我跪下来道歉？我不管你们是哪个世家的少爷，都给我滚出去！哎呦，哎呀，没想到这大美人还挺辣呀！啊，敢跟我王明叫板？大美人，今天把衣服给我脱了，陪我们哥俩好好的爽一爽啊！啊，不然，哼，叫这小子让我开花！住手！我看谁敢！哎呦，威胁我们，我好害怕呀！今天这个小子让我很不爽，我今天就让他知道得罪我们是什么下场！给我砸！我不管你们是谁，敢动丽丽，我第一个饶不过你！你他妈敢打王少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金海城主还是金海保安局的，我倒很想知道你怎么饶不了我们！给我上！等一下你就知道我是谁了。逍遥，他们人多，要不算了。没事，丽丽，有我在。男的废了，女的带走，给我上！周少，洛逍遥的去处查到了。洛逍遥，一个送水的废物，几次三番的坏我的好事，害得大周集团破产。今天我非把他剁碎了喂狗不可，马上出发。周少，那洛逍遥先是跟苏总勾搭在一起，又抱上了女帝的大腿，您收拾他会不会？怕什么？纵使她真是女帝，那也是那个林家少爷林天阳的未婚妻。我已经联系了林少，他马上就到金海了。这洛逍遥敢勾搭林少的女人，哼，我玩死他！到时候有林少给咱们撑腰，谅他苏家也不会为了一个小白脸跟林家翻脸。周少高明啊！我这就召集所有人出发。这我家的保镖都训练有素，而且都是我爸训练的半步宗师，这一招没出，这都被打倒了。小子，你到底是谁啊？是替你们爹妈管教你们的人。我看是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动我王海的儿子？小子，你死定了！我爸来了，敢在金海得罪我们王家，下场只有死路一条。女帝9000岁，金海王家家主、赵家家主，你们居然敢带人来冒犯女帝和9000岁！周成林说过，这两个人都是假的，而且要请林少亲自来金海，看来这件事假不了。啊哈，我还以为是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没想到是被秦家赶出来的那个废物和一个女人。王海，你居然敢带人冒犯我！别装了，周少都调查清楚了，你们都是骗子，根本就不是什么女帝和9000岁。没错，周少已经请了林少来了金海，你们就接受林少的雷霆怒火吧。逍遥，你先走。林飞扬已经进入神境，王海又是金海成名已久的宗师，你会吃亏的。丽丽，如果我走了，你怎么办？我是女帝，他们能奈我何？爸，你给我出气呀！你看给我打的。哼，姓骆的，在金海，别说你个臭苦力，就算是秦家，我想要碾死，
如同碾死一只蚂蚁。洛逍遥，都是你干的好事，要是连累我们秦家，看我姐怎么收拾你！王家主，你这样做有考虑过后果吗？笑话！我赵王两家在金海收拾一个臭喽啰，还需要考虑后果？今天啊，要么你自断双手，跪下来给我儿磕头认错，要么我让人打断你的手脚。将。爸，我不仅要让他自断手脚，我还要让他亲眼看着我玩他女人。我看谁敢！我是大夏女帝，谁敢动9000岁，从大夏除名。哼，你说你是女帝，也就是了。我刚派人从上京回来，听说上京林家正在筹备大婚，迎娶女帝。你若是女帝，怎么会在金海跟这个臭苦力厮混在一起？嗯，就是，还敢冒充女帝呀！你这个贱人，胆子可不小。等我们把你玩烂了，再把你送去上京皇族处置。闭嘴！亏你们是金海的事情，做林家的走狗，仗势欺人，侮辱丽丽，找死！没错，仗势欺人也得有仗势的资本。小子，你一条丧家之犬是永远不会懂，权势可以让人生，也可以让你死。哎，别跟他那么多废话。他既然不肯自断手脚，那我们就帮帮他。好，那我就要看看你们所谓的权势是如何让我生，让我死。爸，没事吧？王太守，他这是什么境界？没想到这小子还有些能力，那就让我这个老牌宗师会会你。逍遥，王还是老牌宗师，能打死一头牛，你不是他对手，快跑吧。丽丽，放心吧，有我在。可是你先走。也好，我去放烽火令，让杨四方带兵过来帮我们。小心。玄天监又发出指示了，这次反应竟如此强烈，看来尊主就在这附近。前方5里范围内继续寻找尊主。是。臭小子，你的境界竟然在宗师之上！宗师？就你这样的吗？我已经废了你的内力，如果再招惹我，死！9000岁饶命啊！洛逍遥，你他娘的还真嚣张啊！我知道你有点本事，但没想到连王家家主都败在你手上。但是今天你女朋友在我手上，你想怎么跟我玩啊？周成林，你放了丽丽！放人？可以啊！求我，跪下求我！逍遥，你快走，他不敢动我。要不是我9阴之体刚刚恢复，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。走！今天老子在这儿，谁他娘也别想站着走出去！洛逍遥，你要是敢动一下，我现在就让人扒了他的衣服。周少，幸亏您在这儿了，快杀了他！是啊，周少，这小子废了我爸，我给你5000万，废了他！周少，我就是路过的，你先好好教训他，我先走了。走，一个都别想走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几个能被揍成这样吗？都给我待着！秦二小姐是吧？你也在这儿，真巧！我约了你们秦总那么多次，都他娘被他耍了，我正有气儿没有地儿撒呢。现在去给你们秦总打电话，见不到人，老子让人把你也扒了。我打，我现在就打！周长林，你这么做就不怕美甲，就不怕惹大夏众怒吗？美甲，女帝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是不是上京林家那个小少爷的未婚妻啊？如果他听说你现在跟这个臭苦力混在一起，他要是亲眼看见，会不会责难你？卑鄙！
女帝，说起来我还要好好感谢你，要不是你啊，哼，我也控制不住这个小废物。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放了他？那就看你要拿什么跟我交换啊！呸！今天你要是不肯，我这一刀下去，那小废物可就没命了。对，周少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！周晨林，你要是敢动他，我把你杀了！要我死，你还是想想谁来给你收尸。今天我就要一刀一刀的把你的肉割下来。住手！只要你肯放了他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当真什么都答应我吗？只要我帮林少拿下你弟送到他床上去，林少肯定会嘉奖我。到时候我向境外出卖情报的勾当，就算被查出来，林少肯定会帮我摆平的。丽丽，你不能答应他。妈的，找死呢是吧？周晨林，你要是敢伤害丽丽，这辈子我和你不死不休。周少，今天这事闹大了，不是他们死，就是我们死啊！闭嘴！娘的一群废物，连个臭苦力都搞不定。小子，我就算给你10辈子，你能伤我一根头发吗？况且我还认识逍遥神将，林少爷马上就到，到时候别说是你，苏家又能奈何呀？逍遥，你放心，我是大夏女帝，他敢动我，我大夏皇族就让他们周家满门尽诛。满门尽诛啊！我告诉你，只要把你献给林少，那我就是大功一件。到时候那个大夏新主嘉奖我还来不及。来人，把咱们女帝大人给我带到隔壁房间去。你先放了他！放了他？你当我是傻子呢？你先去把林少伺候满意，我再考虑要不要放了他。但凡今天林少不满意，我跟你保证，这小子死得很零碎。大人，玄天剑指示，天尊大人就在这间夜总会里。究竟是什么人能让尊主爆发出如此滔天怒火？真是该死！快搜索整个夜总会，封闭所有出口，这次务必找到尊主。是。周晨林，你给我住手！放开他！放了他！你小子3番5次的坏我好事，我今天怎么着也得在这娘们身上捞回点好处吧！找死！丽丽，丽丽！周少，不好了！周少，外面来一群人，把这给包围了。你慌什么？去搞清楚，外面是什么人？他们什么也不说，上来就干，兄弟们都扛不住了。逍遥神将玄机，拜见尊主。全体逍遥卫拜见天尊大人！全体逍遥卫拜见天尊大人！全体逍遥卫拜见天尊大人！又是天尊大人，奇怪，这个女人我明明不认识，可是为什么会有种很熟悉的感觉？啊，他是天尊！爸，这不可能吧？他怎么可能是天尊啊？他的境界无法估量，莫非他真是天尊？快！求天尊饶命！天尊饶命！天尊饶命！我们还不想死！天尊大人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这小子他就是个臭苦力，不可能是天尊吧？这些人都是你带来的？对，那个我是大周集团的董事长，我叫周成林，我是苏家的金海代言人。苏家那跟您的逍遥店是一家人。苏家确实收购了大周集团，但现在苏家已经宣布大周集团破产了。是，都是这小子害的。他冒充大人物，还冒充9000岁，而且还蒙骗苏总，害得我们大周集团破了产。就这种人，他绝对不可能是大人物和天尊大人。一个小小的集团董事长也敢污蔑尊主？来人，
把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还有现场所有闹我事的，都给我押出去。大人，我认识他，他在秦家3年，是秦明月的废物老公，就在刚刚还被秦家扫地出门了。这种人不可能是大人物，也绝对不可能是天尊大人。再多说一句，就地击毙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饶命啊，大人！饶命啊！快走！尊主，属下来迟，还请尊主责罚。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尊主，我们不会认错人的。这把是一直随您征战的玄天剑，您早就跟他人剑合一，他能感受到天尊的神力。大夏境内，诸神祭行，待我归来，万神歼灭。洛逍遥，你竟用元神之力封印神境通道，你就不怕神会俱灭吗？大夏境内，诸神祭行，待我归来，万神歼灭。本尊的确是逍遥殿之主，逍遥天尊。尊主，3年前您踏入神界，成为第一个突破玄天境，成为天尊的凡人，招来神界诸神对大夏血脉的觊觎，发动诸神之战。你为了护我大夏，用元神式神封印了神境，导致记忆缺失。老伙计，受苦了。尊主，这些年你为了大夏受苦了。我身为大夏人，大夏养我育我，我为大夏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应该的。起来吧。我不在的这3年，逍遥殿如何呀？留守上京的夜宵发来急电，逍遥殿护法林家林飞扬正在四处聚集财力，想要趁您不在，对逍遥殿之主的位置蠢蠢欲动。上京林家，我逍遥殿的护法，我不在的这3年，竟然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！待我元神恢复，就把林家那群叛逆之辈全部清剿。尊主，要不要我通知夜宵、神鸟和天魁等人率众前来护驾？不必了，你留在这即可，让他们在那边看守逍遥殿，盯好了林家的动向。还有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他们不得擅自来京海。是。那个姓周的，还有赵王2家怎么处置？周成林这个人，在明知他是皇族女帝的情况下还敢动手，说明他的背后有股强大的势力在支撑着他。他还有用，先留着，押到京海的府衙吧。王赵2家灭族。另外，我在这京海有些琐事，不便暴露我的身份。你在这京海先找个地方驻扎下来吧，随时听候我的命令。是。丽丽，没事吧？逍遥，你没事吧？周成林呢？他没伤到你吧？没事，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这个周成林大逆不道，竟敢冒犯女帝，我一定让周家把他从京海除名。好，听你的。女帝陛下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你的暴脾气还真是一点都没改呀。林飞扬，你来干什么？当然是跟我的女帝履行婚约了。放开！谁要嫁给你啊？唉，你皇族梅家已经收到了我林家给的婚书，嫁与不嫁由不得人。丽丽不想嫁，谁也逼不了她。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你敢关我林家的事？哦，你就是那个叫洛逍遥的臭狐狸是吧？哼，一条苟延残喘的狗，还妄想攀上富贵，坐上女帝夫婿的9000岁之位，你配吗？林飞扬，别仗着你是大夏第一家族、逍遥殿第一护法，就如此嚣张，目无尊卑。
我以大夏女帝的身份命令你，不准对本地的亲选夫婿9000岁如此说话，要不然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林飞扬，上京林家，逍遥殿叛变护法。星辰，星辰，你没事吧？姐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，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说被人绑架了，有人要凌辱你吗？都怪罗逍遥，他打了赵家少爷和王家少爷，还惹到了周成礼，害得我差点……陆逍遥，齐明月，你疯了！陆逍遥，我真没想到，你报复秦氏集团就算了，你连我妹妹都不放过。她还这么小，你怎么这么阴险狡诈？我阴险狡诈？秦明月，你是他姐，他什么德行，他什么品性，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如果不是我，他早被那些纨绔给凌辱了。姐，你别听他狡辩，他刚才被周成礼像狗一样摁在地上摩擦，他怎么可能救得了我？对啊，我刚才明明听说有逍遥殿的人来过，才平息了这场骚乱，怎么可能是你救的星辰？陆逍遥，你屡屡说大话，招摇撞骗，真是无可救药。齐明月，你别不知好歹，不是逍遥救你妹妹是谁？什么逍遥殿？我可一直在，我怎么没有看到？陛下，你对你的未婚夫上京林家还真是一点都不了解。哎，太上皇没有告诉你吗？我林飞扬刚刚接替了我父亲逍遥殿护法之职。哼，她是女帝，那她上京林家，逍遥殿护法，原来如此。林少你好，我是金海秦氏集团秦明月，多谢你救了我妹妹。金海秦氏秦总，秦总不必客气，举手之劳而已。真不要脸！逍遥，咱们走。跟一个又蠢又不要脸的人在一个房间里，我是一刻也不想待。还不知道林家在逍遥殿里安插了多少人呢。现在还不是将林飞扬就地正法的时候，就让他多活几天。走。女帝，你这个大夏女帝早晚是我林飞扬的女人，包括皇族美甲乃至整个大夏和逍遥殿都是我的。你说什么？旋即称呼他为天尊大人？是啊，林少爷，我特意在背后调查过这个送水的，他没有什么背景，只是背后一直有人捣乱罢了。而且，背后这个人，他并不是针对我，似乎是在针对您啊，林少。洛逍遥，我倒要看看你背后除了女帝，到底还有什么？敢跟我林飞扬作对，我要让你家破人亡！尊主，女帝已经被太上皇带着乘专机回了上京，她临走前让我转告您，让您等她回来。尊主还有什么吩咐？林家背叛逍遥殿的事，你掌握多少？3年前您失踪之后，我一直在到处寻找您的下落。李护法代为掌管逍遥殿的一切事务，但林家这些年在逍遥殿排除异己，并在大夏各处布有眼线，不但到处搜刮钱财，扩大自己的实力，向皇族美家女帝逼婚，还跟境外有密切联系。听你的意思，林家不但背叛了逍遥殿，还背叛了大夏。是，此事非同小可，没有确凿证据之前，我未曾向外透露。查，一旦证据确凿，杀。是。丽丽呀，你就不要太任性了。林家已经对外发布了，不日将和我们梅家联姻，举办订婚宴呢。妈，我再怎么说也是堂堂大夏女帝，难道我连自己的婚姻都不能决定了吗？丽丽啊，你虽然是大夏女帝，可是你的背后啊，还有我们整个皇族梅家。这些年呀，你隐退养伤，没有过问家族的事情，
我们梅家没有表面上那么风光。你如果能嫁入有逍遥殿背景的上京第一世家，也是稳固我们梅家的皇族地位的好事儿嘛。妈，你相信我，我凭借我自己的能力，也可以让皇族梅家重回大夏巅峰。住口！你虽贵为女帝，但究竟是个女子。皇族没有子嗣，再没有一个强大的背景，早晚是要没落的。难道你要看着我们皇族在你的手里毁于一旦吗？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，从现在起你就在家里好好待着，哪儿都不要去。爸，跟林家的婚事我坚决不会同意的。我已经有夫婿了，而且已经册封他为9000岁了。什么？你有夫婿了？他是什么人呐？我的救命恩人。我说过，那个小宋水公根本配不上我们皇族梅家，更配不上你这个女帝的身份。现在天尊下落不明，放眼整个大夏，没人比逍遥殿护法大夏第一大家族林家的势力更庞大，更适合我们梅家。他算什么逍遥殿护法？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叛殿逆贼而已。等到天尊回来，他们林家早晚要灭亡。口无遮拦！哎呀，逍遥殿内部复杂，别说天尊大人是死是活不知道，就算他现在回来了，消失了3年，你以为重掌逍遥殿是那么容易的吗？对呀，丽丽呀，你再不要这么执拗了。不管他是什么人，你想想，如果这个事情要是让林少知道了，不但我们梅家会受牵连，包括你那个救命恩人呀，也会被波及到的。不行，绝对不能伤害到逍遥。尊主，林飞扬以逍遥殿护法的身份，逼迫苏家把苏氏集团所有股份转让给秦明月，正在酒店举办签约会。转让给了秦明月。看来他林飞扬是想削弱苏家的实力，好方便掌握逍遥殿。是的，苏家这些年一直对逍遥殿忠心耿耿，这些年一直不肯跟林家合作，为逍遥殿保存实力。这次林飞扬把股份转让给秦明月，目的可想而知。只是不知道秦明月为什么会跟林飞扬合作。秦明月这个女人，一直想凌驾于财权之上，有这次苏氏的股份，定能让她迷失了双眼。但她万万没想到，她这辈子也只是林家的傀儡罢了。那天尊大人，我们怎么做？苏氏集团的股份在我手上，走，去签约宴。我倒要看看没有我的同意，谁敢动苏家分毫。是。秦总，这下好了，等我们拿到苏氏集团的全部股份，那我们秦氏就会成为大夏万众瞩目的集团。是啊，林家是逍遥殿的护法，有他安排我们秦氏接受苏氏集团的股份，到时候我们秦家也就是逍遥殿的一份子了。就算是全球，也有我们的一席之地了。秦总，我还听说林少有可能就是逍遥殿背后的天尊大人，你说他这么重视你，会不会是喜欢你啊？你别胡说。林总高高在上的，有多少的权臣贵女想要做他的女人？而且他和女帝都有婚约了，怎么会看我一眼？怎么不会？女帝那个贱人早就跟洛逍遥勾结在一起，哪里配得上林少？明月，今天的签约宴上，你要好好表现一下，争取啊给林少留个好印象。对了，这是房卡，妈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妈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女帝跟林少都已经有婚约了，你这不是让我当别人小三儿吗？哎呀，当小三有什么不好的？夫人，事情是我们稍后再说，林少马上就来了，我们先招待客人。哦，对对对，今天的签约宴比较重要，可不能出了纰漏啊。秦总，恭喜啊！秦家这次可真是一飞冲天啊！是啊，能拿到苏氏集团的全部股份，不但身份会水涨船高，还会成为逍遥殿的经济支柱。
看来这钱家在大夏马上就要成为巅峰般的存在了。以后在金海，我钱家定为秦总马首是瞻。高家主、钱家主，之前是谁说要和我们秦家一刀两断？现在知道来巴结我们秦家了。钱二小姐，都是误会，都是我手下的那些废物没有看清楚秦家的潜质罢了。对，要怪就怪陆逍遥散布谣言，说他掌控了苏氏集团，我们才被他蒙骗了。几位家主，甩锅算是让你们玩的明明白白。你这个废物怎么来这儿了？上次搞砸了我们注资出山宴，这次还想搞砸我们秦家的签约宴吗？洛逍遥，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这个签约宴，我不同意。果不其然，你就是眼红来搞破坏的，你有什么资格不同意？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，我是不会让你来搞破坏的。秦夫人，搞清楚，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秦家的赘婿，你要是再这样，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反了，来人，把他打出去！骆先生是苏氏集团首席总裁，苏氏集团第一人，你们有什么资格赶他出去？苏总，苏氏集团的股份不是已经被指定转让给我们秦氏了吗？你这么说，难道是不把林家和逍遥店放在眼里？还是说，你和那个送水工真有什么不清不楚的关系？你一个小小的助理也敢这么跟我说话？就算是他秦明月，也没这个资格。你，苏氏集团一直由我苏家代天尊大人掌管，就算我苏家无神，只要天尊大人不收回，我苏家自会找人接管，轮不到外人插手。每次都是你这个飞扬跋扈的女人出来替骆逍遥在这撑腰，不就是因为你们家有逍遥店做主吗？苏总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知道以我们秦家的能力，可能入不了您的眼，但是今天的签约宴是林少安排的，谁不知道苏氏集团是逍遥店的产业？难道林少这样的安排，你有什么不满吗？苏家固然人人敬畏，可是如今林家掌控了逍遥店政务，而秦家又是林少点名要扶持的人。苏总，你这样做的确是不太给林少和他背后逍遥店的面子。是啊，苏家一直把持着苏氏集团，不容外人插手，现在竟敢如此大胆，连逍遥店的安排都敢违背。林少，林家是在逍遥店担任护法，不过在逍遥店的位置与我苏家平起平坐，他有什么资格瓜分我苏家的产业？况且现在苏氏集团隶属于骆逍遥先生，将由骆先生全权掌管。骆先生，我母亲病已有好转，不过多日就可出院，再次感谢你。苏总，您客气了。另外，还有件事。价值100亿的别墅100套，价值5000万的跑车100辆，另外还有100亿现金，还有我大夏首富苏家家主的位置。天哪，这些东西就价值100万亿，还有苏家家主的位置，苏总这么大手笔是什么意思啊？骆先生，这些都是我的嫁妆，你还满意吗？嫁妆？骆先生，请您答应我的求婚，娶我吧。那个，苏总，太意外了。秦总，我就说他们两个肯定有问题。苏总，你当着我们秦家的面向这个废物求婚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秦夫人，请你注意你的言辞。骆先生已与秦明月离婚，他现在娶谁不娶谁都是他的个人自由。苏总，今天是秦氏和苏氏集团的签约会，你搞这么一出，是想让我难堪，还是公然背叛林家，背叛逍遥店？以你的身份，还没有资格让我给你难看。况且说到背叛，秦小姐无缘无故解除长辈婚约，将骆先生赶出家门之外，你有什么资格质疑我？况且他林家也不过就是给逍遥店效力的仆人罢了。说到背叛，他林家才是罪大恶极。苏家不愧是我当年选定的掌财人，即使苏老家主不在了，苏家仍然能为逍遥店护住一方实力。只是苏锦绣为什么嫁给你？她信誓旦旦与之匹配的男人不是逍遥天尊吗？难道他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？苏总，为了霸占苏氏集团，你竟然敢污蔑林家！林家可是逍遥店的护法，而林少就
就是九州皆知、人神敬畏的逍遥天尊。没错，我们家明月可是被天尊大人看上的女人，只要天尊大人愿意，把整个苏氏送给我女儿，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林飞扬是天尊大人，难怪林少竟然将价值100万亿的股份随手送给秦总，原来有这层关系啊！秦总之前解除合作之事多有误会，从今往后，在京海谁为难秦家，就是与我高家为敌。钱家旗下数家公司愿为秦家赴汤蹈火。陆逍遥，你以为你抱上了苏锦绣的大腿，就能一步登天了？哼，可惜啊，可惜，废物终究是废物。现在被女帝甩了，连苏锦绣也要垮了，你吃软饭的梦想，终归是要泡汤了。都是一群蠢货，他林飞扬有什么资格自称自己是天尊呢？天尊大人胸怀天下，心系万民，绝不可能像林飞扬这样为了一己私欲独断专行。他绝不可能是天尊大人。苏锦绣，这些年你苏家对逍遥殿护法的命令置若罔闻，现如今还要把逍遥殿资产转让给一个外人，你眼里还有没有逍遥殿？你眼里还有没有逍遥殿？林少，你总算来了。苏锦绣这个贱人要把您的资产送给一个废物。苏总，当着林少的面，我劝你想清楚，一边是一个臭苦力，一边是逍遥殿，孰重孰轻？你是一个精明人，应该知道选择站在哪一边。别为了一个小白脸，白白葬送整个苏家。林飞扬，我绝不相信你是天尊大人。虽然我从未见过天尊大人，但家父曾经说过，天尊大人年少成名，凡人成神，这是九州大陆300年来都从未有过的先例，绝对不可能是你这种连毛都没长齐的纨绔子弟。毛都没长齐，原来他不知道天尊大人是谁。别以为你苏家是逍遥殿老臣，我就不敢动你。你苏家只不过是逍遥殿的一条狗而已，我才是未来逍遥殿之主。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让你苏家在逍遥殿除名？就凭你也配称之为逍遥天尊？今天有我在，谁也别妄想动苏家。觊觎苏氏集团的股份。陆逍遥，你凭什么撕毁我的合同？因为苏氏集团本身就是我的，你秦家根本不配得到。你这条疯狗说什么疯话呢？苏氏集团本身就是逍遥殿的资产，凭什么给你一个外人？苏锦绣，你苏家身为我逍遥殿的长财护法，世袭罔替，却刚愎自用，置我逍遥殿命令于不顾。我要昭告逍遥殿，昭告天下，身为苏氏集团，你苏家被逍遥殿除名了。林飞扬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不经逍遥殿高层决议，就擅自决定煽动逍遥殿资产。今日签约宴取消，苏氏集团股份由苏家掌管，等尊主另行指示。哎呦，我的100亿股份就这么没了。秦总，林少不是逍遥殿的人吗？凭什么这个女将军说股份转让签约会取消就取消啊？林少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玄机不是带着人去上京公干吗？怎么这么快回京海？哎，玄机大人，此次上京可见过我父亲？林少不是未来的逍遥殿之主天尊大人吗？怎么会对一个女将军如此不敬？神将玄机在逍遥殿的地位仅次于天尊大人立下战功无数，我想应该是林少体恤下属吧。有道理。今日上京，我确实见过林家主。林家近日正在办一件喜事，作为同僚，我回金海就是同苏家商议，给林家备一份厚礼。谢玄机大人厚爱。喂吧。飞扬，不要只看眼前的利益，一个小小的秦家不足以让我们冒险。马上回上京跟梅家完婚。我夜观天象，真龙现世，只要娶了天命之女，林家将成为天命之主，便是天命难违。是吧？我马上回去。林少，咱们的签约，我有要事要返回上京，签约的事情听玄机大人的话办吧。秦总，眼看就要到手的股份就这么没了，为什么会这样？都怪陆逍遥，要不是他，林少怎么会取消签约？陆逍遥，我们秦家到底怎么得罪你了？你要3番2次的破坏我的事业！秦明月，原本这些都是你唾手可得的，是你自己放弃的。燕郎竟然敢恩将仇报！骆先生也是你们小小秦家能动的。所有人听好了，谁再敢动骆先生，格杀勿论。我们也走吧。
逍遥，你一次次的羞辱我，不就是因为我提出离婚心有不甘吗？我一定要让你知道，我秦明永远是你高攀不起。骆先生，我之前的提议，您可以再考虑一下。啊，你说的是娶你？我苏锦绣曾经立誓，此生非天尊大人不嫁。但我明白，天尊已踏入神境，不是我此等凡人能做匹配的。但我遇到了骆先生你不但救治了我母亲的病，还为人正直，不为金钱所动，不为权势而折腰。你就像是上天垂怜我，赐给我的另外一个天尊。可我只是一个送水工。我不在乎，我苏锦绣在，我心仪的男人就是豪门，就是天下。好了，苏总，我们还是说要事为重。这次他林家基于你苏家的财产，这次虽然没有转移成功，但是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所以我建议你尽早彻查一下你公司内部的一些眼线。我明白，我这就回苏氏集团调查此事。但是我的提议，骆先生再考虑一下，等我处理完事情，就来找你。走。有什么事吗？尊主，太上皇已经同意林家的求婚，明日将举办订婚宴。他们就这么急不可耐？尊主请看，这是我在老店主密室里发现的。竟然是我母亲给我订的娃娃亲，还是梅丽。是，您母亲当年是逍遥殿圣女，在给您签下这份婚书之后，不久就意外陨落。您父亲当时应该是不知情的，之后又给您定下了他的好友秦家这门婚事。之后您父亲思念圣女，不久也就离世了。老店主把逍遥殿交给您的时候，特意留下了这份婚书，我想他是有用意的。老店主啊，这是未卜先知，怪不得说我情路坎坷。哼，老家伙呀！还有，林飞扬区域中见过周成林，我连夜突审，得到了消息，林家在逍遥殿秘籍中得知，女帝的命格是百年难遇的天命之女。林家想借助女帝修改林家命格，抢夺逍遥殿之主之位。还有您，天尊大人的身份。他林家好大的狗胆！贝姬，去上京。是。那周成林怎么处置？杀！喂，林少，周少死了！什么？谁这么大胆敢动我的人？不知道，消息封锁的很隐蔽。我用了很多渠道，只能打听到这么多。那个叫骆逍遥的，现在什么情况？他有消息说他最近去了上京。你的钱我一会儿会叫人打到你账上的。好。骆逍遥，哼，就算你是天尊大人，那又怎么样？什么大夏之神，没了逍遥殿的扶持，你只不过是肉体凡胎罢了。我不是说过，不允许你再想着那个送水工了吗？丽丽呀，快给爸爸认个错！林家已经派人送信来了，明天就要举办订婚宴，这次啊，你可不能再任性了。这件事已经搞得满城风雨，明天不管你愿不愿意，订婚宴你都必须参加，否则你会知道那个姓骆的会是什么下场。我愿意，只要你别伤害逍遥。秦总，这是几家公司的撤资通知，还有几家银行的催款通知，还有很多公司起诉我们拖欠贷款。这些人都落井下石，知道秦氏要得到苏氏集团的时候都来巴结，现在合同没谈成，都翻脸不认人。秦总，我在想，这罗逍遥不过就是个送水工，怎么会让大夏女帝、首富苏锦绣，甚至连逍遥殿的神将玄机大人都维护他？他不会和这么多女人都有染吧？
你的意思是，他背后……喂，林少，秦总，明日我林家要举办订婚宴，届时整个大夏皇权贵胄都会参加。什么？我邀请秦总邀请我出席我的订婚宴。据我所知，您的前夫骆逍遥想要篡夺逍遥店主之位，甚至不惜煽动逍遥店旧母，立他为天尊傀儡。我要你做的就是当众揭穿他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好，我马上去上京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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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太上皇，恭喜恭喜啊！梅林两家联姻，天大好事啊！太上皇，这皇家梅族有了林家的助力，女帝和逍遥店店主结合，这大夏未来的顶级家族，非梅家莫属啊！到时候可别忘了关照我们这些老朋友啊！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恭喜恭喜恭喜！哎，丽丽啊，飞扬一会儿就到了，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，你得开心点啊！林家少主林飞扬到。飞扬，太上皇来了。这些是我为女帝准备的聘礼，价值1000亿的金玉满堂一尊，黄金1000万两，价值2000亿的翡翠绿玉麒麟一只，价值5000亿的顶级旅游区开发合同一处，价值1万亿的钻石矿一处。林少真是大手笔啊！林少如今掌管天下第一大组织逍遥店，这皇族有了逍遥店做后盾，在大夏乃至九州，这地位都无人能比啊！丽丽啊，也只有飞扬这样的身份和地位啊，才配得上你。妈，我一点都开心不起来。我宁愿今日跟我求婚的是骆逍遥。哎呦，丽丽啊，骆逍遥就是个无业游民，他就算知道你今天订婚啊，他也没有勇气站在这儿。有客到，金海骆逍遥。逍遥，他怎么来了？他还真敢来，难道你想连累我们梅家，惹怒林家吗？一个小小的送水工，怎么配参加我皇族梅家的订婚宴？赶紧给我出去！梅家的订婚宴，我自然要来。放肆！赶紧给我滚出去！你一个送水的苦力，也敢在我的订婚宴上闹事，简直是蚍蜉撼树，痴人说梦。订婚宴不假，但不是你的，是我的。这到底是什么人？竟然敢顶撞未来的逍遥店之主！我看是个不知死活的跳梁小丑，冒犯天下，也不可冒犯林家，还有几条命可以赔的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竟然敢在我们梅家和林家的订婚宴上大放厥词！我是你梅家名正言顺的女婿。9000岁令啊，这是女帝夫婿身份的象征。9000岁令，还有老太上皇亲笔写的婚书。太上皇写的亲笔婚书，我和逍遥的婚书，这竟然是真的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就是老太上皇当年订的那个娃娃亲，女帝竟然跟这个送水工有婚约，那林少今日岂不是让林家丢尽面子？太上皇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得给我个解释？飞扬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。这件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些年了，你们骆家音信全无。今天丽丽出嫁，我看这件事情也就此作废吧。爸，丽丽啊，你今天啊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要是毁了林少的婚，你不想想，这姓骆的他还能有命活着出去吗？今日是我林家和女帝的订婚宴，容不得你这头野鬼在这撒野。来人，给我把他拿下！骆逍遥，你来干什么？你快走！今天是我的大婚之日，我们的婚约就此作废。骆先生，你不要胡闹了，这里是上京，我来的时候发现周围有很多暗线把守，在这里惹怒林家，不但你会没命，还会连累皇族和女帝的。丽丽，你真的要嫁给他？不然呢？难道女帝要嫁给你这个只会招摇撞骗的废物吗？林少动动手指
就可以将苏氏集团上百万亿的股份随便送给秦总，一句话就能让大夏万民臣服，而你又能做什么？这苏氏集团本就是我骆逍遥的，他有什么资格拱手相让？什么？你说苏氏集团本来就是你的？骆先生，这是答应我的提议了。你等一下就知道了。骆逍遥，你还真是不要脸！那边刚抱上苏锦绣的大腿吃软饭，这边就扬言苏氏集团是你的，向女帝求婚。你以为你是什么人，能坐享其人之美？还是说你把皇族梅家和苏家都玩弄于股掌之间啊？骆逍遥，你一个毫无背景的苦力，竟然敢大闹上京皇族婚礼，而且你还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，你当真以为我们皇族梅家好欺负吗？妈，不是这样的。逍遥，你别胡说。苏锦绣，带他离开。我有女帝亲赐的9000岁令，以及2家的婚约。怎么，你们梅家豪门皇族要当众悔婚吗？还是说将梅丽另嫁他人？就算你有9000岁令又如何？我林飞扬想娶的女人，谁敢跟我争？罗逍遥，这件事情是我亏欠了你。如果我能选择，我情愿跟你粗茶淡饭，做一对普通的夫妻。但是皇族贵胄的事情，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。我不想连累你，你还是走吧。只要你不想嫁，没人逼得了你。一个臭送水的，何来底气跟我林家少主未来逍遥殿之尊争女人？来人，给我把他拖出去打死！林飞扬，我答应跟你订婚，你放了逍遥吧。丽丽，不用求他，你是我的女人，他不配。好，倘若你想用婚书来要挟，那我皇族愿意出10个亿作为补偿，解除你和女帝的婚约。倘若你是胡搅蛮缠，那你就掂量掂量你自己的分量。分量？我以逍遥天尊的玄天剑作为聘礼，太上皇，你觉得分量可够？天尊玄天剑，难道是那位傲视苍穹、睥睨天下的天尊大人的佩剑？怎么可能？天尊大人隐匿3年，从未出现一丝消息。玄天剑怎么可能在他手上？不会是地摊上买来唬人的吧？天尊玄天剑，这不是替老太上皇看病的那位女子随身携带的佩剑吗？竟然是天尊大人佩剑。没错，我认得这把剑。那位神秘女子说，她的后人会携此剑来提亲的。天尊玄天剑，难道你……没错，大夏逍遥殿之主手持玄天剑，执掌众生，踏破玄境成神。有此见证，乃大夏逍遥天尊。尔等见此剑还不跪拜吗？哈哈，原来久寻不得的玄天剑，竟被你这种小人给窃取了。我看，你就是凭着这把剑欺骗逍遥殿，号令上将军玄机在背后支撑你，妄图谋权篡位逍遥殿。诸位，别被他给骗了，他就是我们秦总扫地出门的一个废物女婿。好在我们秦总已经看透了他的为人，和他离婚，之前还装作一副深情的样子，现在又来攀附女帝，想要借他上位，真是恶心！竟然敢偷天尊大人的玄天剑，提嘴当猪！上京谁不知道，林少刚刚觉醒天神境，乃我大夏万中无一，马上就要成为新一代天尊。什么天神境？传闻天尊大人弑神一战正在突破玄天，可是楚天诸神兵临大夏，逍遥天尊一战杳无踪迹，恐怕还未突破玄天。林少现在得天神之境，果真是当今第一人。林飞扬，你觊觎逍遥殿的天尊之位，如今还在这颠倒黑白。你以为你拿着玄天剑就真的是天尊了？要怪就怪你低估了我林家，高看了你自己。好，那我今天就让你见见踏破玄天的天尊之境。就凭你，就凭他是逍遥殿之主，大夏逍遥天尊。这不是逍遥神将玄机大人吗？
玄机大人光临，难道他真的是天尊大人？什么？他就是逍遥天尊？这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会是逍遥天尊呢？洛先生竟然一直是我仰慕的天尊大人，难怪爸总有一种预感，说他绝非池中之物。林飞扬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如果你真的是天尊大人，当日在金海为什么没有拔出玄天剑将我除掉？没有当场将你斩杀，那是因为尊主要肃清逍遥殿内奸党，不然你们林家怎么能存活至今？就算你是天尊大人，且不说你3年神力北封，就算没有北封，荒废3年，也休想抵得过如今天神境的我。3年前的弑神一战，的确封印了我的元神，导致我记忆缺失。但如今我的神力已经恢复，甚至比3年前的弑神一战更加稳固。你区区天神境，拿什么和我玄天境抗衡？我林家现已是华夏第1大家族，又掌握着逍遥殿，家族门下神武宗师众多，家族弟子更是化神境高手。就算你是玄天，也休想撼得动我林家。撼动你林家？那今天我就让你看清楚，我如何翻手直接覆灭你们林家！传天尊令，上京林家，灭族！不要啊！天尊神龙令，他真的是天尊，无疑啊！天尊大人，3年没出世，没想到竟是他。怎么会这样？你私定终身的竟然是天尊大人！我们刚刚岂不是得罪了天尊大人？秦总，洛逍遥怎么会是逍遥天尊呢？是，谨遵天尊令，传10万逍遥卫，林家灭族。是。你竟真的人剑合一，召唤金龙现世，震慑虚空。没错，这就是逍遥天尊的威仪。丽丽，之前都是你护着我，照顾我，如今我以无上荣耀以及整个江山作为聘礼。逍遥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玄机，我以9000岁令为证。我以为我是单方面暗恋，没想到你真的是我的真命天子。我不同意！就算你是天尊又如何？我若打得林家，宗师众多，我就不信你守得了。那我就让你瞑目。玄机，夜宵战将率众10万，清剿林家；天魁战将率众10万，清剿林家；神鸟战将率众10万，清剿林家；遥遥卫统领天虎率众100万，清剿林家。这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喂吧，飞儿不好了，林家被军方的人包围了，家族护卫宗师死伤惨重，我们顶不住了，林家亡了，你快逃啊！林家真的亡了，女帝，天妃之命，女帝果然是天妃之命啊！诸位贵宾，今天是女帝和天尊大人订婚的仪式，请大家举杯，为2位新人祝福。对，庆祝我们皇族梅家喜得佳婿。洛逍遥竟然是我的偶像天尊大人，秦总竟然放弃了成为天尊夫人的机会，我不甘心，这一切原本都是属于我的。秦明月，我早就说过了，是你配不上洛先生。洛逍遥，你是什么时候恢复记忆的？你是不是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？看我输得这么狼狈。并非如此，我和你在一起3年，浑浑噩噩，我的确忘了我是谁。不过，天尊觉醒是我和你在离婚的时候开始，也许这就是天命不可违。什么天命？我不接受！秦总，你不要这样，他现在是天尊大人，这种场合不是你能胡闹得起的。来人，把这个女人带走，不要影响尊主和天后订婚。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恭喜恭喜啊！得不到女帝，你也休想！既然林家被灭了，你也给他陪葬。林飞扬，放开我的女儿！罪臣林飞扬，还不赶紧放了天后，束手就擒！陆逍遥，就算你是天尊又怎么样？我今天就让你看看，您的女儿将死在你面前。林飞扬，放了明月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放开！你图我林家满门的仇，
怎么没想过给他一次机会？丧家之犬，还想做困兽犹斗吗？来呀，不刀看看是你的剑快还是我的刀快？逍遥天尊绝技，雷霆斩，无人能及，就算是神也不行。启禀天尊，林家灭族，无一逃亡。天尊元神全部归位了，恭迎天尊归位！恭迎天尊归位！